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最疼爱你的爷爷生命垂危。你别说报仇，连医药费都拿不出来，人怎么能废物成这样啊？叶雀，检测宿主穿越者身份，从出生开始帮你轻松变强系统已绑定。检测宿主已出生，吐纳人生第一缕天地灵气，修复先天不足。真的？刚出生是什么鬼？我都40了，这系统有延迟。我的丹田好了。检测宿主处于急需补充能量状态，请宿主30秒内喝下人生中的第一口奶，奖励顶流体质。喝口奶能给这么好的体质？喝一时半会儿让我上哪找奶去？乖，牛妹，好歹我也是看着你长大的，你就帮我这一回。什么都不做，自动进入体内的灵气都比平时引动功法师强大100倍不止，不愧顶流体质，爽爽爽！你在干什么？我年年让你说媳妇儿，你说叶未就加部位，可你竟被地里做出这种事！爹，别气坏了身子。魔修是这样的。弟妹，你怎么知道？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二弟，我们家虽不是什么修仙大族，但也一向斥与魔修为伍，你却瞒着家里私自报名魔门试炼。二哥，你太自私了，这是传出去，咱们要被乡亲们戳脊梁骨的。你有没有考虑过正在仙门求道的大志？人贵有自知之明，生来就是不能修仙的烂命，供你吃供你穿还不知足，真是个白眼狼。二叔，做个人吧，家里被你折腾的够惨了，如今老爷子还病着，又欠着那么多债，侄子们今年的求道费都交不起了。不是你们想的那样，我报名封天魔宗是因为……还敢狡辩！孽畜！与其看你堕入魔道，败坏我家门楣，不如我先废了你！爹，你听我解释。叶雀7日之期已到，该随我走了。好贼子，欺人太甚！仙宗之下，也敢放肆！我去求请仙宗，请他们派人拦截。爹，我们刚才是不是说的有点过？这兔崽子就是个滚刀肉，不这么说他不会听的。不用太放在心上，去忙吧。刚才你真准备废他？怎么可能？吓唬吓唬他？让你也不敢，仙宗能拦得住吗？钱给够当然能，但我们家这情况……这孩子真不让人省心。听闻魔门中人最是凶狠狡诈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，你也想为还债出一份力，才报名试炼？谁会信无恶不作的魔门已经沦落到靠给安家费才能招到人的地步？而且，如果我在试炼中死了，他们也不会太难过。白痴！不过，要是天下人都像你这么好骗就好了。宗主，您什么意思？不会想赖我安家费吧？对，你扯吗？那不是当日为香烟站台，保证安家费会如数发放的仙宗老神仙吗？要不是这老混蛋，我也不会上这吊堂。向宗主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，明白。说好招人，你情我愿，你却搞诈骗。现在一堆苦主告上我宗主有令，要我务必斩你狗头，我很难办。这还差不多。天杀的秃驴，早晚弄死你！检测宿主正在进行人生中第一次摇篮体验，请宿主10秒内进入闭目养神状态。奖励：实力完美提升至灵和境巅峰，百毒不侵之躯。倒计时9、8。猪老们出来了！操！都往那边去！一张桌前排一队。
宗主，您的法子简直绝了！最新统计，今年你是猎人数已创新高。所以让你们办事多动脑，哪有骗不来的人？无非看你怎么骗。遵命。好了，赶紧开始吧。都听着，待会儿轮到你就把手放在桌前这个圆盘上，听清楚没有？听清楚了。好，开始测试。既然是一流体质还原体，将准备面具抗造的傀儡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啊操！碰上一流资质的新人，不轻易培养，而是练作傀儡。我这顶流体质，邪不要糟，身处魔门大本营，跑都没法跑。混账东西！上次怎么跟你说的？你怎么能做这种事呢？看来魔宗还是有明眼人的。师尊教训的是徒儿目光短浅了，此等人才，理当研制之后，连一路宝药献给师尊。天杀的，魔门！发什么了？到你了，赶紧撤！好不容易等来系统，还没有大展身手，难道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也罢，死也要带几个沟槽一起。垃圾！特么什么？滚去那边蹲！没验出来，是这验字盘等级不够吗？看来魔门不杀废物，比刚才那个废物还废物，你活着有什么用？大人饶命啊！尼玛的废物也杀！你们能招到人真是天理难容。站住！大哥，咋了？哦，你爹我缺个酒气，看你这大脑袋挺合适，想借来用用。你特么区区灵泉境也来上嘴脸，正当防卫反杀，应该没人会追究吧？算了，初来乍到，万一是个有背景的很麻烦，忍他一手。大哥，我是废物，做的酒气肯定也是废物，要不你考虑下别人。也找的又是废物。大哥，我俩无怨无仇，下辈子投个好胎。何必非要找死呢？你是？哼，你妈个头！这张老二也真够蠢的，在别人那儿受了气，想找个废物出，没想到把自己给出死了。不应该啊！此等资质，修到死也不该修成灵河境啊！莫非老虎不发威，把我当病猫？没有处罚我的意思。看来魔门内部起冲突，搞死个把人，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。这沙比应该也是个没背景的。带这些先测好的猪脚去吃饭，别堵这儿碍眼。正好有点饿了。哦对，跟我走。这卫生条件，说是厕所也有人信吧？算了，垫吧垫吧得了。下一个，大哥，这怎么吃啊？用嘴吃，不想吃可以吸血气。可是我不会炼化血气之法。就你事儿多，那个也不会，吃的不也挺开心？可是，烦死了！下一个，沟槽的魔门，请哥把才做熟的厨子能画几个字？习惯就好。在这里不是在餐桌上，就是在餐桌前。不过也不是不能吃一顿正常的饭，但要讲方法。给我来几个热菜，再来壶酒。哎呀，得嘞，七爷，这就好。要一起来点吗？不好吧？没什么不好，你的实力有资格吃我的饭。可我都不认识你。相逢即是缘。吃吧，吃完了咱们就该聊聊了。真是个饭桶，吃饱了吗？你来告诉我，你是得到了什么，才让你有了现在的实力？你猜啊？你怎么？陪你玩玩喽，怎么样？我演技还不错吧？这怎么可能？摄心术对他毫无作用也就罢了，我在饭菜里还偷偷下了东西，就算不是我说什么，他打什么也不该像个没事人一样。很意外吗？我其实也有点意外，封天魔体自带的被动竟然能免疫精神攻击，就是不知道免疫的强度限制在同境界还是没上限，找机会得试一下。现在才想走，是不是晚了点？你不能杀我，我是……再见。我了个乖乖！徐文忠在外门怎么也是中流实力，这小子竟然一拳把他秒了。小子，你不要命了！这厮可是宁采儿的恩宠，宁采儿要知道，怕是要扒你的皮做菜衣。别怕，如果你肯与姐姐共度良宵，宁采儿那儿我帮你解决。小子，你如果肯把自己的奇遇交出来，你的安全我也可以保障。想要，有本事就自己来拿。
什么魔门？不过也是一帮欺软怕硬的废物。狂妄！我们确实没把握拿下你，但就你这样的实力，便以为外门无敌了不成？宁采儿3年前就到了灵河巅峰，3个月前更是破了灵湖，杀你莫如突击宰狗，等死吧你！走着瞧。检测宿主完成人生中第1次五谷杂粮进食，奖励完美提升实力至灵湖境巅峰。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，找老秃驴讨血汗钱的日子也不远了。谁是叶雀？你就是叶雀。是我。你胆子不小啊！我的人都敢杀，杀都杀了，你想怎么办吧？要么死，要么你代替那个死鬼的位置。这么饥渴，可惜我都不想选，你待如何？找死！看在你还有几分姿色的份上，现在向我求饶还来得及。若不然又如何？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就靠这几根破线？破线！此乃我采拿500童男童女之血，汇聚180余种至阴至阳之物。难怪味道这么恶心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是灵河，你是灵湖后期，不，灵湖巅峰。恭喜你猜对了，可惜晚了。我错了，饶命！求你别杀我，我能帮你增加通过试炼的几率。你现在能接触到的人里面，没有人比我更懂试炼。你都能通过，我不能。不是的，我们圣宗的试炼和其他魔门不同，强弱、资质好坏和试炼通过与否并不挂钩。那干什么？主要看命。命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为了活着骗我？大人随便打听一下就知道的。你先说来听听。新人的试炼地一律在封天宝虚中进行，就是广场上那块碑，此乃开山祖师封天魔帝他老人家的法宝。试炼结果由器灵掌控，任何人都干涉不了，开放之日能出来就是通过。试炼内容呢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具体可能看器灵大人的心情。这不有病吗？难怪你们要靠诈骗招人，换个别的法子试炼不行。有再换，但不能完全放弃。我宗传承特殊，顶级传承不能直接传授，必须得在宝虚中得到器灵的认可才能获取。而且我们必须得送人去试炼，不然器灵会发怒。发怒？怎么个发怒法？上次器灵发怒，带走了我们半个宗的人。奶奶的，这器灵是个精神病啊！这哪是试炼，分明是献祭。检测宿主体内含奶量严重不足，请宿主在10分钟内补充奶水。奖励悟性点+1，惩罚剥夺现有修为。操！下午不是刚喝过吗？我还吃了那么多饭。器灵大人虽然难以捉摸，但也有一些规律可循，能够增加在试炼中的存活率。只要您饶过我。你知道哪儿有奶吗？我要奶，现在。如果大人不嫌弃，小女子愿意。奶水，奶水，喝我的！因为这女羊有一头奶牛灵种，快带我去！公子，少女可是我圣宗第1天骄，脾气古怪，凶狠嗜杀。如果被他发现，立刻，马上带我去！再废话，打死你！以后看来也得养头奶牛，常备奶源，不然紧急情况保这一出真遭不住。检测宿主奶水补充完毕，奖励已到账。感觉好像是聪明了一点，不过老师奖励修为、体质，什么能是否奖励下牛逼的法门啊？到现在还是用的仙宗的基础法门，炼气小诀，完全限制了我的实力。大人，好了没？好了，别催了。圣女大人，都是这个畜生要来，我是被逼无奈了，求你饶过。小仙境，太乙天宗的炼气小诀是上头新派来的信使，还是魔门哪个死老头子派来试探我的？搜魂术，圣女饶命，您忘了我还请你吃过饭。早想弄死你了。原来如此，倒是具备信使的一部分特征，但他是不是太高调了？算了，对个暗号试试。我没死，这女人反倒死了，什么意思？想要狠狠折磨我再杀？圣女大人，你听我解释。2、3、4、5啊！又不是一个假子，那群死老头子是不是把我忘了？再握得下去，我要上位宗主了。有没有可能把他培养成信使，给好好思量一下？
深更半夜对我的小红做这种下流事，还有脸解释？死变态！再敢有下次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竟然就这么走了，还以为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这个圣女，次日，叶缺等人参与试炼的日子，一大早，他们便被驱使至魔东广场集合。叶缺站在角落里，龙疯子一脸愤怒地走来。叶缺是吧？你好大的胆子！宁采儿死了，难怪今天没见到他人。我操，这新人这么勇的吗？宁长老的孙女都敢杀，还真是无知者无畏。有好戏看了。宁风最喜虐杀，杀他妹妹，难以想象他会怎折磨这小子。我在跟你说话，聋了？哦，我杀的，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我要你死！稳点，上来就是狠手啊！哼，看来是没好戏看了。圣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质问我吗？不敢，谅你也不敢。老须开启在即，不得生事，规则注。圣女大人，这小子，我不想再说第二遍话，要么死，要么我。小子，你最好祈祷你死在里面，否则会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这话对你说同样适用。怎么总感觉这个圣女有点怪怪的？她是在帮我吗？不要慌，不要抗拒，放轻松，接受麒麟大人的召唤。沟槽的试炼信息都不交代一句，就把人给丢进来，搞得现在该干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，哥们儿，虚拟空间也下雨啊，光秃秃一片，除了仙人掌什么都没有，也没个躲雨的地方。算了，随便吧，还能淋死他。宁采儿说过，每个人的试炼内容都不尽相同，开放之日能出来就代表通过，所以或许我也不用纠结太多，小心谨慎熬到。这雨的颜色怎么？操，这是雨还是硫酸？怎么还带腐蚀性？这雨水竟然能滋益我的封天魔体。检测宿主解锁人生第一次淋雨，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，此举很勇敢，但患病风险极高，请宿主自爱，于10分钟内找到一个妥当的躲雨地。这破地方，一眼望过去，除了沙子就是沙子，你让我上哪儿找？闹呢？奖励完美提升衣橱境界，惩罚修为清零。算你狠。这不就是天然的雨棚吗？警惕，不过还得先试探一下，万一有古怪可就糟了。检测宿主任务完成，奖励已发放。这系统虽然有时候跟有病一样，但轻松让我变强，这块还真没得说。话说我现在去淋雨应该没事了吧？果然。爽！明明境界没有增长，但就是感觉战斗力不止提升了1场，这感觉以后能轻松越级而战啊！这个天赋倒是一般般，但是狗运有点好。不行，这样的人得弄死。哈哈哈，好玩，真好玩啊！哪个畜生竟敢吞爷的力量？找死！终于找到你了，该死的畜生！原来还是封天魔体拥有者，那你就更该死了。该死的禁制老鬼！这次这么快就腻了。封天魔体，这个人必须死。如果让他活着，通过试炼进入传承殿第9层，见到老魔残存的那缕真灵，我等死无葬身之地。还用你说？我刚才就想除了这祸害，但这禁制不知道抽什么风，居然电我！违反规则，游离在试炼情境之外，亲自对付试炼者。不电，你电谁？是吗？可上次咱们杀外面的人，也没见禁制有反应啊。那是因为外面长期不送试炼者进入，会让宝虚的存在失去意义。我们作为理论上的规则执行者和守护者，给外面那群蝼蚁一点惩罚符合规则。好吧，我又忘了，那通过调整试炼难度，把他在试炼中整死总没错了吧？不行，不能把希望只寄托在试炼。为啥？预感不是很好。你知道我预测吉凶的能力，可是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究竟该怎么办？把兄弟们全唤醒吧，商量一下，大家一起决定。要到这种程度，封天魔体再临人间，你觉得呢？
怎么把大家都唤醒了？出什么事了？请二姐先布下玄武结界，以防老魔残魂。封天魔体出现了，我本想通过调整试炼的难度将那人整死，奈何我的预感不好，所以认为有必要大家一起商量。当初老魔身故，多亏了你，我们才能从仙道联盟手中捡回一条命。你是我们中最有智慧的，你来做决定吧。没错，老七，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，我们都支持。支持。好，那我就说说我的想法，我已双管齐下。怎么说？先通过调高试炼难度往死里去弄死辽，如若不成，便将所有人赶到同一个试炼空间，强迫他们互相攻杀。同时，我也混进去，坚定脸作为最后的保险。前2条策略我赞同，最后一条，如果一定有人要去，我去。大哥，这个没什么可争的。你还年轻，有你在，兄弟们也更安心。可我最强，也只有我最有机会挣脱片刻禁制的阻挠出手杀人。当然，为了以防意外，我也想借诸位兄弟的宝贝一用，恳求不要再浪费时间在决定上了。老七，珍重。别这样，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。也许前2条计策就成功了呢。怎么就停了？三下回啊！怎么是冰碴子啊？不过这玩意儿能不能吸？可以，好，快给爷蒙蒙下！操，这么下流心呢？我这一拳，金刚石也给他打穿了吧？这沟槽的冰雹能不烂的？好，你牛逼，我惹不起躲得起。算了，至少暂时安全了，歇会儿再说。屁股怎么这么痒？什么东西在咬我？这他妈是哪儿来的？刚才我用灵力探查过，明明没东西。成年后实力最低，等同于人类灵狐巅峰，最高灵海巅峰的浮屠蟒。成了，便是假香精被吸入浮屠蛇王的腹中，在尸骨毒液之下也得喝一壶。这畜生不过灵狐，便有封天魔体加持，也绝无幸免之力。看来是我们自己吓自己了。封天魔体固然强悍，但没成长起来，又能有几分威呢？是这个理。当年老魔号称一身魔体金刚不坏，早期不也经常被人打得抱头鼠窜，直到魔殿大成，才一跃成为中古时代最巅峰的强者。这下好了，麒麟，你不用牺牲自己了。不对，快看！小长虫也想消化你爹，你也配？看来都挺通人性的嘛，那就送你们和你们蛇爹团聚。我还就不信了，你个灵狐境还能翻天了？给你来头发相近大妖，看你怎么横！这破禁制什么意思？连我升级试炼难度的权限都要剥夺吗？不对，有人在搞鬼，破坏了规则。会不会是传承殿中老魔那抹真灵？不可能，他的气息微弱到几乎不存在，养来魔点才能保持一缕残魂在一退中不散。虽然不能确定他有没有后手，但绝无可能绕过我等干扰规则。可这杯毕竟是老魔亲手炼制。扔了，不管是什么情况，咱们现在只有见招拆招。就算真是老魔又如何？他早已陨落，剩着残魂一缕，想逆天改命，转世重来，谈何容易？启动方案2。好。放心，不到最后关头，我不会出手。怎么还换场景了？这气温是怎么回事？得零下多少度才能让我感觉冷？快跑！那上面有熊，死了好几个了。有熊！
没想到钻到我下方，竟然都没感觉。这家伙不会是假香精吧？靠，今天怎么就这么寸，走哪儿都不带消停。救救我！救救我！你也算是帮了我。区区灵泉也不用怕他阴我。算了，带着一起吧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也谢谢你刚才的提醒。你他妈！我也不想的，我连鸡都没杀过。可是麒麟跟我说我不杀你，我就得死在这里。我不怕死，但我想回家。我想见我娘，投不进去。为什么投不进去啊？事出有因，也不是你拿刀捅我的理由。话说，难道今天遭遇的一切都是这沟槽气灵的针对？我不会成为他变态类型的一环。我了，不想死了！别退，他们也是帮。他就是叶雀，杀了他，我们才能出去。避无可避呀，这是。就干你丫的！这熊实力怎么回事？怎么是假象巅峰，无限逼近法相的程度？我不知道啊，我融合试炼情境的时候，一点点调整了难度，看进去要有反应才停下。我感觉最多也就临海巅峰，没想到。不过强点不好吗？是啊，基地静止没有反应，说明规则默认，不用牺牲自己。好，放个屁！他会杀掉里面的所有试炼者，到时传承殿也不会开启。我等了500年。什么500年？基地，你在说什么？快试试看，能不能把强度降下来？好，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跟试炼情境的联系突然被切断了。蠢货，蠢货！再干一点旧情不念，直接弄死你们这帮蠢货！我大师，老鬼，老许，你疯了！竟然对兄弟出手！我们同生共死800年，有什么不能好好说的？你妈的兄弟！我操！原来你修了老魔的贵典，沦为了老魔的魔铺。兄弟们全力出手，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七弟了，杀了他！没了本命法宝傍身，一身实力3成都发挥不出来，也想杀我？可笑！老是在里面待着吧，等我完成云生再来收拾你们。云生，我还以为你是不慎着了老魔的道，是想自己拥有丰田魔体，借机获取老魔的核心，传承的同时顺便解除魔谱束缚，离开这里，成为新的丰田。还是有点脑子的。没错，我受够了。魔帝之位，他丰田那个畜生做得，我又何作不得？现在的残躯注定支持不了我的梦想，那就换一副，换副最好的。老七，你糊涂啊！老魔心机最是深沉，他当初在参与邪魔大战之前，便特意炼制这杯留下一个转生的契机。他在传承殿内会不留下布置吗？一旦让老魔的那道真灵见到丰田魔体拥有者，你确定你真的能如愿吗？这就不劳你操心了，我自有我的打算。该死的，该死的，都给我去死！竟然跨2个大境界，干掉了一尊无限接近法相妖王的顶级妖将，不愧是丰田魔体。若我得到这具肉身，苦修100年，届时谁还敢再取我为宠？
是。操，累死我了！还来，非把我撑死不可是吧？检测宿主正在体验人生中第一次极度疲惫状态。作为新生儿，保持充足的睡眠才会有一个好身体。出于宿主的健康考虑，本系统将在10秒内强制宿主进入睡眠状态。不是，大哥，没看有人在搞我吗？现在要我睡觉，你不是要我死？奖励：解除一切负面状态。奖励名剑孤红。倒计时：10、9、8。像是气力不支晕过去了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在无人干涉下，竟然这么快就要将试炼者接引入传承殿，看来我猜的没错。终于进来了，老魔，好久不见啊！时隔500年，我找你索命来了。喜欢躲在棺材里装死是吗？以为我会像那群蠢货？不知道你一直都在暗地里关注这一切是吗？有本事你就装到底！看来我小看你了。你除了折磨我们的时候，何曾正眼瞧过我们？不，对他们是这样，对你可不是。毕竟你可是我最喜欢的小畜生，直到现在，我都很怀念用小刀一点点割开你头皮的感觉。话说回来，你何以笃定你们做的一切都在我的漠视下呢？哼，你猜啊？你这就不怪了。这个问题要是回答的好，我是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的。我死，就凭现在的你，虚张声势的毛病真的是一如既往。但凡你有轻易抹杀我们的实力，你也不会放任我们这些年来虐杀天才，尽留平庸之辈，获取你的传承。你还真挺了解我，不愧是我曾经最喜欢的小畜生。但你是不忘了你身上还有我的魔仆烙印。换句话说，你的力量全部来自于我，便是我止于一缕残魂，你又能奈我何？灭魂剑，看来当年那一战，你还真是捡到了不少好东西。魂飞魄散吧，畜生！哈哈哈，你也有今天！逗你玩玩罢了。在我面前想玩金蝉脱壳，你知道你爹用这招逃了多少次命吗？还是你认为你爹我不知道这世间有修第二元神之法？小崽子还真不省心，若非这些年里献祭的血肉足够，让我攒了不少力量，今天怕是要阴沟里翻船。果然这天下就没有能算尽的事，便是你补地也不能。本来都准备随便找去躯壳将就一下，一点点把封天魔体练出来，居然等来了天生的封天魔体。
难得难得，天赋超凡，根基竟也如此扎实，真乃天赐宝体。该死的，什么东西，居然能净化元神？这给哥们儿干哪儿来了？脑子里怎么多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记忆？原来这就是接受传承地方。靠！在我熟睡的时候，居然有2个沟槽想夺我舍，还好系统给力。检测宿主疲惫状态已解除，奖励已到账。搞这么帅，还带特效。根据残魂的记忆，这里面有挺多好东西，现在全归我了。让你个沟槽的敢朝我身子，全给你搜刮完。还有，这一次试炼也太快了吧，还不到2天。死得快呗！久违的活着的感觉。话说那小子体内的存在究竟是什么？竟让我那另一半真灵连反抗都做不到。若非我一如既往的选择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，怕是真要魂飞魄散。这届活下来的人好像比去年多不少。口运好呗。也不知那个谁狗运怎么样？谁啊？那谁知道？看，是那个新人，有好戏看啦！终于等到你了，小子，今天要让你知道。废话，能不能别那么多？不就是想报仇？直接动手行不？我还有事。这小子疯了吗？试炼把脑子是傻了？不想活了，自暴自弃吧？可能，也许是觉得自己能赢呢。就他能赢，笑死！宁疯子10年前就是灵狐巅峰，5年前破境临海后进步神速，1跃成为我外门10大高手，只差一步就要成为内门弟子。区区一个新人能撑下一招不死，我看便足以自傲了。想求速死是吧？我偏不，老子就是要慢慢的把你折磨死，先割掉你的鼻子，再挖掉你的眼。天哪，我没看错吧？好快的剑，这小子的实力怎么太夸张了？灵狐巅峰的实力居然一剑把林海中期秒了。不是灵狐巅峰，他破林海了，林海初期。大胆孽徒！你装你妈呢！老逼当，不服就下了比划一下。正想试试越级战斗的极限所在，顺便试试这位圣女到底在打什么算盘。你是吹疯了吗？上到风前也敢大言不惭？可能是真把自己当天才了吧？不知道宁长老是谁？小子，面对假象巅峰修为的宁长老也敢嚣张，还不赶紧跪下跟长老赔罪？若不然，不消长老动手，我便摘了你的脑袋！假象巅峰嘛，还以为多强呢？大圣老子打的就是假象巅峰。来，好，我倒要看看你的实力有没有你的嘴硬，给我死！妈呀！十杀鬼境第7式，百鬼使魂！看来长老被这小子气糊涂了，上来就是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拳，快跑！奇怪，百鬼噬魂之下，被攻击者会遭受难以想象的痛苦。这小子怎么连个声都不出？这不是当年在宝虚内得了我照心魔经那个的小丫头吗？一个甲子不见，竟已到了法相巅峰，离通玄旨一步之遥。极乐之体虽以修行速度见长，但它明显原因未失，并未发挥这一体质的最大优势，根基还如此稳固，不该啊！莫非？他竟然没事？怎么可能？圣女，我自问对您一向尊重，您为何要出手阻我？看来上次他出声阻止宁疯子对我出手，并不是个偶然。可为什么呢？这个人，我有用。圣女，此子连杀我2名孙辈。不喜欢重复自己说过的话，要么人我带走，要么我送你走。
圣女为什么要帮他？哎，那谁知道啊？狗运真好，这都给他逃过一劫。哼，只是现在逃过罢了。宁长老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哼，他不善罢甘休又能怎样？咱们圣宗一向实力为尊，牵扯到圣女，无论宗主还是各位太上长老都不会帮他的。这是当然。圣女短短一个甲子，便成为我圣宗巅峰战力之一，并且公开宣布不参与下任宗主竞争。各方都成他请，自是不可能有人会为了宁长老这个马屁精得罪圣女。我的意思是住在琉璃山那位。你是说宁长老会请圣子出手？怎么可能？圣子最是倾慕圣女。哼，爱之深，则欲切，没听说过。圣子倾慕圣女多年而不得，如果知道他为了一个男人竟不惜当众威胁斩杀长老，你说圣子会怎么做？自是要将其抽筋拔骨，方解闷气。今日我当众出手，很快有心人应该就会去查这小子和我是什么关系，往后他做什么都会被很多人关注，看来得重新物色人选。都怪该死的宁老狗，搞得我不得不出手救人，还得找个借口来填这家伙对我有用的坑。想当个有良知有底线的卧底真难啊！卧底？仙门的吗？难怪感觉他有点奇怪。居然以为他醒了，最近真是压力太大。以他的境界中了我的锁魂印，怎么可能挣脱？看来封天魔体免疫精神攻击的能力最多，也就挡住比我强2个大境界的人。有了，借那日他来我牛舍捣乱之时，以报复之名让他给我做奴隶，这样他便能顺理成章的在我庇护之下生活。外人又会觉得我是想狠狠的折磨他，符合我脾气古怪的人设。那些对我有痴心妄想的人，也不会绕过我取他性命。我果然是个天才。这是哪儿？从今往后，你就是我的奴隶，职责是照顾我的灵宠。为什么？你说呢？哎，圣女，偷奶奶是真是个误会。那天是我刚加入圣宗，我不懂规矩，我是被宁采儿忽悠的。而且，您当时答应饶我这一回。我说过吗？便真说过。我反悔，还需要你的同意。我怎么也是圣宗的外门弟子？我也没说不答应。急个什么？奴隶是吧？干了！滚去牛舍，以后那儿就是你住的地方。查一下是否确有其事。不用查了，圣子，此事我知道。我有意表侄当夜便与此子同住大同铺中，亲眼所见。他威逼宁采儿带他去圣女牛舍。他们好端端去清宁的牛舍做什么？那小子脑子似乎有点问题。杀了吧！圣子，圣女显然存着折磨这4之念，贸然出手，被圣女责怪事小，只恐影响您和圣女。我又没让你直接杀上门，想个法子就是。遵命。恭送圣子。帮我想想，怎么干掉这家伙的同时，又不至于被圣女迁怒。岳哥，他们外门弟子案惯例每年都要出去执行几次任务，咱们随便动个手脚不就成了？哼，这么容易我用问你，他现在除了是外门弟子，还是圣女的奴隶。圣女不放话，他出得去。那就在宗内动手。圣女那头灵宠最是贪玩，隔3差5就要去群山中闲逛，他肯定要陪着。咱们提前买好人，荒郊野岭，只要做得够干净，圣女怀疑也只会怀疑宁长庚，而非我等。可以，但不能甩给下面人去做，容易走漏消息。最好还是你亲自带人去。好，还有，千万不要伤到圣女的灵宠。放心吧，岳哥，我有数。然很多行为只有第一次奖励才最丰厚，现在喝奶都没奖励了，每日含奶量不足还不行，得抽时间研究解锁一下各种第一次，尽快把实力推起来。到时无论是和那位圣女摊牌，还是其他都更从容。宁总，哟，终于舍得出来了。你知道我一直在跟着你，不然你以为我为什么要越走越偏？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很有自信。那倒没有，但宰你应该问题不大。这货脑瘫吧？宁左虽只有灵海后期，但家传尸煞鬼精的造诣，丝毫不在欺负宁长庚之下。便是我出手，也不敢说稳稳拿下。灵海初期也敢大言不惭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凭什么。尸煞鬼精第9式羽化江王，看来不用我出手了。这等实力的宁左，竟不是他一合之敌，这怎么可能？走，得赶紧走！我让你走了吗？
你早就知道我在，你觉得呢？兄弟，误会，你听我解释。从圣女别院一路鬼鬼祟祟尾随我到这里，你跟我说误会？真的是误会，我刚好来这里办事，凑巧，真的是凑。你不能杀我，杀了我圣子不会放过你的。说的像我不杀你，他就会放过我一样。不过这个特么的圣子是个什么鬼？你还想看戏看到什么时候？你的奇遇果真了得，区区灵海初期，竟连我在你面前都隐匿不了行迹。这就是你一路跟着我的理由吗？不然呢？我查过你入宗前只有灵权低阶的实力，因早年触怒权贵，丹田被毁，几乎失去前进的可能。来宗之后，忽然就表现出灵和境实力，然后是灵湖灵海，这等破境界速度，谁不眼馋？你看起来让我有点似曾相识之感。家父相言，我就说怎么看着那么恶心呢？你跟那个死秃子真的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连秃的位置都一样。混账！本来你若老实将自己的奇遇交出来，我或可饶你一命。岂料你竟敢对家父出言不逊，今日断饶你不得。说的跟真的一样，无非是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还挺清醒。既然如此，那就配合一点。如果东西让我满意，我可以考虑让你死得痛快一些。是吗？哥，我准备让你死得痛苦一些。你以为把动静搞大就能引起变数吗？小子，你还太嫩。此结界一射，除非比我更强者刚好从上空经过，若不然你就是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听到。不想生不如死，就老实点。是吗？那可太好了。不知死活！这莫不是那柄失传1000年之久的上古72名剑之一的孤鸿？这小子气运真是逆天，在封天魔体的加持下，便已能对抗假象巅峰。再有名剑加持，弱一点的法相估计都不是不能拼一拼。还好没亲自光动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你怎么会这么强？饶命！我还是喜欢你桀骜不驯的样子。我不是说过下午不要来打扰我吗？月哥出事了，北哥的魂牌碎了，圣子召您入至主殿。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顾青宁杀了林北？除此之外，属下想不到第二种可能。这个贱人，我30年如一日的时候，他置若罔闻，现在为了一个奴隶，不惜与我翻脸，不是想保他吗？我偏要他死。你去把那小子人头取了。圣子息怒，没法息，我够给他脸了。他呢，我的人招呼不打一声就杀，我要是屁都不放一个，以后谁还真心为我做事？圣子爱护属下之心，吾等感激涕零。但还请圣子大局为重，此事实不宜与圣女冲突。大局，大局，去他妈的大局！没有他的极乐之体相助，我以后就一定破不了我岛。他妄想言宗主之位就能被项伯那个蠢货索取。属下不是这个意思，属下只是衷心的希望圣子可以顺利的实现，带领我验尸，重回圣宗宗主之位。起来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有的事可以忍，有的事不能。如果因为他站在我的对立面，我就一败涂地，只能说我自己无能，我该。是。邪灵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去问一下怎么回事。是。圣子说是项绳死了，怎么死的？目前只知道是死在咱们宗外百里的灼光山中，死因不明，怀疑是隔壁大梦泽里的妖族动的手。灼光山，你确定？确定。怎么了？圣子，小北追踪的奴隶去的方向就是灼光山一线。你是说，项生可能也是顾青宁杀的？对，不可能，他没那么蠢。动机呢？你想在里面做文章，看他们狗咬狗。如若一定要圣女冲突，这对我们最有利。当然，这只是属下一点愚见，具体怎么做，属下听圣子的。可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把温心静请出来了？难道我圣宗又混进了仙门奸细？少少爷死了，为了找凶手。谁这么胆大包天？莫不是隔壁大梦泽的大梦妖王？说是根据温心静的指引，凶手是宗内人。那能杀了7少爷的，也就上面那些味儿。把他们叫过来验身。服众呗。这他妈莫非是九修仙界的测谎仪？完了完了！
看来你是在劫难逃了。通玄之下，谁也别想瞒过问心镜。现在的宗主是向远那个小崽子的后人吗？背叛我的回馈果然丰厚。一个曾经给我养马的贱皮子，摇身一变竟混成了宗主一脉，可笑。不过我的血脉竟没有被他们斩尽杀绝。哎，真是一刻安宁都不肯给我。该死的问心镜，搞什么鬼？两个凶手！爹，问心镜好像又出问题了，现在怎么办？按原计划行事。问心镜死光大圣，说明此二人去过我七弟深远之处，存在作案嫌疑，但实力明显不足，故先行收押。继续。我没有杀人啊，没有杀人啊！闭嘴！只要还活着就有希望。不过集中解锁系统，各种第一次提升实力，再脱不得了。圣子，这父子俩有点不对劲。除了我们的人之外，还有没有别人知道小北的去向？巨轴光山要从护宗大阵的西面过去，守门的可能会知道。你是说他们是冲咱们来的？可能。如果污蔑林北是凶手，我也就自然的成了疑凶。哪怕证据并不充分，也必然会使我陷入被动。小北怎么可能杀得了项绳？就是杀也是杀项伯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如果我是项岩，我还会想办法把这两个家伙买通，让他们当着一众太上长老的面胡说一番。届时，哪怕碍于情面，也可以让本支持我继任的太上长老中立。圣子放心，此二人我绝不会让他们活过今夜。如果真像我想的，恐怕他们巴不得你不动手。不过，你也可以丢个案子隐晦的试试。快突破了吗？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，可惜还是我快。这笔疯了吧？他到底在干什么？为什么他每做完一个动作，像是变强了一样，让我觉得更加危险？难道这些姿势有什么我没看破的古怪？爽，早该把这各种第一次全都给他解锁了，还是太低估轻松变强这4个字了。这么一会儿我就假象九重了，还得到一门法象级武学9阶雷剑，出去多换几个场景，岂不是很快就能无敌？本段作品完成人生第一次飞快，奖励完美学会神品点吸诀，仙人之下无人能亏你情绪，屏息之下无人能敌你生死。扮猪吃虎必备啊！哈哈哈，以后装死装晕就更像了。兄弟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闲得无聊。哼，不想说拉倒。想我燕白鸽纵横天下数千载，什么没见过？这莫不是失传已久的元字上界仙符的观想法？解释他一事。呱呱！见大人。说什么？说你二人是怎么目睹林北自称受圣子燕无名委派，悍然杀害宁左相生2位大人后，又是如何畏罪潜逃的？记住，你们说的不能有冲突啊！什么情况？啊什么？你不想说？怎么会？大人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。你看这样行不？我来说，后面你跟着画个押就行。好，此乃记录圆盘，你们的一言一行说出口，便都会被记录下来，务必一五一十交代。听清楚了没有？理清楚了。杀宁生2人的是谁？是林北。林北受何人委派？不知。但当时我在远处躲藏，依稀听接应林北逃走的人提到过一句圣子。那人可是燕月？不知。是他吗？不是他，大人就是他。原来他叫燕月，他老狠了，杀自己人眼都不眨一下，一剑就给林北捅穿了。确定吗？华成辉我都认识。干得不错，再补一份纸质说明画押，可以慢慢写，但务必照你刚才说的来。等会我们来举。是。写好了吗？你小子是个人才，饶你们的吃吧。今夜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些狗急跳墙的行为，记住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大声喊就行。
多谢大人。一块吃点儿。你先吃吧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你给我留点就行。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难道我猜错了？不应该呀！似这种浅显的栽赃陷害，我的后人不可能看不出来，绝不放我二人活过今夜。正面进攻不可取，自然就只有用毒。果然，你怎么了？来人啊！怎么回事？他怎么了？大人，饭菜里好像有毒，他吃着吃着忽然就这样了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好有点不舒服就没吃。处理了吗？处理了，那名奸细准备用毒，属下便将计就计。干得不错。对了，那个叫叶什么的小子，稍后送去宁长老山外的居所，跟他说让他先忍一忍。圣女那个贱人，等我当上宗主，会找机会收拾他的。是，该死的原来是姓向的，也对，证据都拿好，留着人干嘛？等着翻吗？还可以顺便栽赃嫁祸。假象巅峰暂时不是我能对付的，可惜了本想取这小子身上的宝贝，看来只能后面找机会了。可惜没能亲手斩杀你这畜生，不过死对你也只是一个开始，我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浊血引路，冥府门开。失败了。怎么会失败？该死的，为什么总是不行？我只是要找一区区灵海境初期的游魂，你已经夺走了我50年的寿命，还不够吗？既然不行，寿命还我。有没有可能不是他不行，而是我没死？你竟然没死！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我要将你拆皮削肉，8斤断。你的实力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老毕等，上次要不是圣女，当时就给你宰了。他们都是你杀的，真聪明。上次在宝墟虽然得了一堆宝贝，灵石是一颗没见着，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搞点灵石。我去，不愧是长老，古代里光灵石竟然堆成一座小山，还全是上品灵石，发了！果然，最快的赚钱方式还得是抄家。家里的债不用筹了，也可以请最好的仙医为爷爷治病了。他走了，这一次的代价是60年寿命，我取走了。他身上到底有什么古怪？上次我见他还是灵海初期，这一次展现的境界却是假象巅峰，战力不逊色于普通法相。可能修炼了敛息诀，至于战力封天魔体是这样的。当初封天那家伙一己之力独占仙宗无数秘境，对方各种法宝齐上，他也就一人一剑，照样把他们打得满头包。若不是运气差了一丝，魔界之门可能就被他打开了。封天魔体，莫非他是祖师转世？他可不是，不过我估计他很快就是了。什么意思？我没有免费为你解答的义务。如果想知道，老规矩，他回来了，躺下。哦呦，还活着呢。你们搞鬼修的，是不是生命力都这么顽强？不用回答，我自己试试。出来吧，你不会真的以为我没看见你吧？看来你是想让我自己请你啊。小的年纪轻轻，脾气好生暴躁。我现在心情还不错，你想怎么死？好大的口气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当年我……想当年，
你就算是手持一把西瓜刀，从南天门砍到蓬莱东路，也不影响你现在这副不死不活的样子。你废话少点儿，我问你想怎么死，不说我帮你选了。混账！小兄弟，别这么急嘛，咱们商量一下。商量的前提是你对我有用。我从中古时代活到现在，天地间少有我不知道的事。你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我都能给你答案。这对你还不够有用。但找你帮忙的代价是寿命。这样你看好不好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你放我走。你先说，我再决定。丰田盯上你了，就是那天那个和你一起被抓起来的那个人。老魔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安魂都被我的系统净化了呀。当年是死了，但丰天魔体本就是不灭之特性，生命力极度顽强，哪怕只剩一滴血都有机会重生。我太了解他了，你信我，我绝对没看错。如果他寄居的那个人也被杀了呢？那他也不会死，除非是在他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封锁他，让他一缕血气遁逃的机会都没有，他才会真正的死去。是个不错的消息，但不够。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你是怎么发现他的？算是巧合，那日他应该刚夺舍不久，他的气息有异散，虽然微弱到旁人察觉不了，但我跟他是老相识了，敏锐的感知到了。他没发现你？没有，他那具肉身太弱，而且我也没有逸散气息，他上哪儿发现去？恭喜你活下来了，但你得在我身边待一段时间。我问你什么，你回答什么，期限1年，我放你走。真的，我不说假话。好，正合我意，有机会夺了这具躯体，体验一下封天的快乐。你对我这封印做什么？我什么都看不到听不到，怎么帮你？该让你看到听到的时候，会让你看到听到。宗主3更半夜召我等齐聚，究竟有何要事？等圣女到了一起说吧。人都到齐，我就不卖关子了。说来也是让我很痛心，我一直认为关于我的继任人选，大家可以商量着来，但没想到有些人竟做些亲者痛、仇者快之事。宗主不妨直言。那我就直说了，无名，你为何要令林北杀相生？我说我没有，你信吗？言无名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敢嘴硬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！此辽寿无名帐下燕月所遣，一直在我门下卧底。当日为了灭口，毒杀2名证人，被我抓个正着。这里面是他们的供述。即便如此，和无名有什么关系？燕叔祖没有你这么护自家人的，所有人都是燕无名的手下，难道他不知道？混账怎么跟燕叔祖说话的？说了多少次，对长辈要尊重。当然了，家也有家法。我建议在无名的嫌疑没有解除之前，暂时。混账，干什么呢？看来关于叶某的审判不必继续了。宁长庚已死，看起来还是被本该被毒死的叶雀所杀。能杀掉假象巅峰的宁长庚，叶雀此人显然比叶某更符合凶手的特征，对因问心境的结果也合情合理。叶雀他没死，还杀了宁长庚。传令全域悬赏通缉叶雀，奖金1000万灵石，死活不论。1000万灵石的价码杀我，难怪最近走哪儿都是焦点。检测宿主完成人生第1次野外露营，奖励完美学会通玄级武学，大日如来炼魔像。总算来了，感觉可以找个合适的地方突破一下法相了，然后就该回家了，去了结一些早就该了结的事。也不知道我寄回去的那笔灵石爹娘收到没有？稍等，我烤好这只鸡。小子，你胆子不小嘛，难怪被开出1000万灵石的价码悬赏。看在你这么有种的份上，老子让你死个痛快！知道了，让你死个痛快。你特么尔背是吧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知道不知道，你也是个死，有什么区别？有意思，我长这么大
头一次见到比我还狂的，但我狂是有实力。你有什么？不要以为杀了几个假想巅峰就能怎样，何况还是封建魔宗的老弱病残。总算是烤好了，真香啊！找死！你知道你很震惊，但你还是先安息。香香香，这才是生活啊！爹，大门我关得死死的，隔音法阵也设好了，乡亲们不会知道二弟来信了。亲爱的爹娘，好久不见，甚是想念。我在魔门过得很好，这里的人个个都很有趣，说话还好听，我待得很开心。你们不要担心我，随信附上的是我上个月的工资，你们可以先拿这钱给爷爷治伤，再把家里的债还了。至于我好大侄们的求道费，你们不要着急，过段时间我还会再寄一笔钱回去。爷爷的仇，等我亲自回去讨个说法的。请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爱你们的儿敬上。魔门还给发工资，骗鬼呢？能活着就不错了。有你这么埋汰自己的孩子的吗？在魔门那么凶险的地方，还想着我们？那就看看吧。干嘛呢？亏你还是做父亲的，钱再少也是孩子的一片心意。灵石，好多灵石，一眼看过去，怕是有上百万，还是上品灵石。多少？谁呀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叶家的，快开门！仙门遣人来捉你们了！王婶，我叶家一向遵纪守法，好端端的仙门捉我们做甚？我家在仙门极地铺做事的小儿子给我传的信，错不了，你们快出去躲躲。极地铺，好啊！没想到我极地铺还有内鬼。见仙师，谁是叶定？我是。经查，叶家涉嫌勾连魔门，罪大恶极，现将你等逮捕，移送有司详查，带走。大人冤枉啊！我叶家世代清白，根红苗正，怎会勾连魔门？是啊，大人，我家祖上3代都是仙门执事，为仙门鞠躬尽瘁，搞错了吧？吵什么吵？再敢废话，信不信我让你们这辈子都闭上嘴？老爷，四位少爷来了，让他进来。老祖宗，孙儿，给您请安了。办妥了，叶家人已尽数拿下，风梅那边也买通了规模最大的几家，他们会在下一期半月刊中发布您准备于月圆之夜约战叶雀的消息。只要叶雀和人接触，就一定会知道，如果那天他不来，他的家人就都要死。不错，老祖宗，这是审问叶家人所获，一共是97万上品灵石。怎么全给我拿来了？没给你的定头上子孙如宾孝敬一点。孙儿倒是想孝敬，但这厮病了，目前正躲在宗门他大儿子的洞府闭门谢客，联系不上。病了，吓得吧？他那小孙子恩将仇报，重伤人家爷爷，他更是极品。当年见叶雀生的俊美，想强迫人家做男宠，被人家拒绝，气急败坏，毁人前途。没想到有朝一日，别人成长到了他都需要畏惧的地步吧？谁说不是呢？要我说还是蠢。但凡有老祖宗您1/1000的智慧，也知斩草当除根。你小子少拍我马屁，我还不知道你表面对我吹捧，心里估计对我这次的决定有很多不理解吧？我哪敢，最多是有点疑惑。叔，您以前一直交往，无论是人还是一方势力，在这个世上存在，想要更好，都该为自己选定一个有价值的人设。您过去一直也是这样做的，但这次为何？为何如此偏激？正道体面都不顾，更不似以往虚伪的用正义外衣包裹自己，反如魔门一般下作，使些威胁手段。孙儿不敢，只是觉得不符合您一贯的作风。如果可以，我何尝不想用以前那样稳妥的手段？但没办法，我必须要尽快抓住他，杀了他。老祖宗，这又是为何？10日前，他杀了魔道天骄榜第11的人众魔；7日前，他杀了正道天骄榜第7的剑僧；5日前，他一人独占魔道天骄榜前10名中的9位，斩杀2人，重伤3人，惊退4人。3日前，他与排名第1的老魔童偶遇，一番酣战，斩魔童于冰水之畔。什么？他不是最高只有斩杀假象巅峰的战绩吗？这里面哪怕最弱的人中魔也有法相初期的实力，魔童更是传闻战力可怕到能与地阶通血一战。
他在不停的进步。便是老天的亲儿子也没有这样进步的吧？老祖宗，您真的不是在跟孙儿开玩笑吗？下7天教榜出来你就知道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开始我也不理解，尤其据说这小子去魔宗前实力只有灵泉境，就更无法理解了。毕竟这才1个月不到，再逆天的奇遇也不能如此夸张。直到我听说了一个传闻。什么？传言此子是封天转世。那个800年前以一己之力的近乎团灭我仙道联盟全部高层的魔门至尊。对，如果是封天，一切就可以解释得通了。正常修行不可能这么快，但找回自己曾经的力量可以。而且他战斗时的特征和封天魔体的特征也极度相似。可您不是说过封天早已神魂俱灭了吗？是，但他是封天，这也是我为什么会有点急。不急不行，当年在那场大战中，我们家是第一个倒戈的。若真是封天归来，别人不好说，我们绝难幸免。兴许只是传闻，那当然最好。但哪怕有一丝可能，我也要斩灭这丝威胁。老祖宗，万一他不来，等实力恢复巅峰再出来怎么办？毕竟这一看就是个局。那就是最坏的情况了。我们可能得放弃渔阳这片封地，全家住到仙宗去，借仙宗大阵暂保安宁。仙宗那边就没个说法吗？若真是封天，他们就不怕？自然是怕，所以他们也在准备组织人手做点什么。但盘子大，就这点不好。决定一件事，那叫一个费劲。唉。终于法相了，终于可以去解决外面那些沟槽的了。特么的，跟狗似的，一连追半个月都不带松口的。去那边看看，不要放过任何一寸。整座山都被杀了法阵，我就不信他能平白消失了不成？又增加人手了，上次还只是2名通玄中期，现在又来了2个，还有1个通玄后期，还真看得起我。不用找了，我来了，今日咱们就做个了断。这小子怎么这么邪性？几天不见就法相了？老天是你爹吗？还好没出手，大事在即，没时间浪费在这个小子身上了。还是利用一下我的后人吧。反正我也想办法制造了这小子是我的传闻。料想仙门那些珠宝应该不会放过他。你果然是封天，我是你爹！你们这群狗东西，知不知道耽误我多少事？我本来7日前就该见到我爹娘。算了算了，捡宝贝去。果然是修桥铺路无尸骸，杀人放火金腰带啊！没本事冲我来，别拿我家人做文章，还说我是封天！该死的老东西，月圆之夜是吧？好好好，这一次咱们就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草率了，真是不该来的。这等存在的交锋，哪怕便是一点波纹，估计都足够震死我了。要不然找个借口溜。老祖宗，天都快亮了，看来他是不会来了。不，他来了。这是你的后人吧？老毕等，我先收作利器。现在该轮到你了。你不必试图激怒我，这样的子嗣我有一堆，真不想他死，我根本就不会带他来。你现在需要担心一下你自己。你猜我将你的家人绑在这里，会是随便为之吗？那你猜，为什么我敢来呢？哼，这破阵整挺炫，就怕世中看不中用。见识短浅的小辈，我这9妖烽火阵曾力困3名通玄。你区区法相初期，有何本事敢大言不惭？老兄不要大意，此子半月前刚斩杀数名通玄，今日既敢以身赴险，定有屏障。是吗？我倒要看看他是。怎样？好，好，好！不愧是封天转世，老夫长见识了。不过今日你依旧要死，我说的。区通玄巅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是问道或是地境呢。
有什么本事大可以使出来，没必要逞嘴上功夫。别跟他废话，弄死他！一击之术，此击之下，万物俱灭。不好，快退！虚破连环，他这一招雷云豹，便是通玄巅峰也不好受。他怎么毫发无损？他实力不对劲，他不是法相，他突破了通玄，不好，道兄快退！我也很意外，在知道你们抓了我家人之后，我居然能忍时5天才来找你们。给我死！我要杀了你！道兄，冷静，此子已经不是我们能对付得了，依计划行事。宗主，快请助我等一臂之力！孽障，休得放肆！地境吗？若你真身在此，或许今日我真要陨落在此，让撕裂空间从万里之遥过来的一只手！你在装你妈呢？喜欢装逼是吧？以为自己很帅是吧？还是你封天，我封你妈！好，快跑！现在才想跑，不觉得晚了点吗？奶奶的，这个太乙宗主实力还真够硬的，相隔不知多远传来的一点余波就能让我伤成这样，不愧是这方天地最巅峰的强者之一，得赶紧跑！接下来恐怕正魔两道都要追杀我了，也得赶紧想办法多解锁第一次把实力再提一点。这帮沟槽动作真够快的，我伤都顾不上治，一路狂奔，竟然还是被他们锁定了大致位置。目前东西南北8个方位，每个方位还都有3名以上的地境强者带队，一点点缩小包围圈。难道真要陨落在这里了吗？宿主体内含奶量严重不足，已达到高度虚脱状态，请宿主在1个时辰内补充。该死的，又来了，烦不烦？我特么现在打猎都不敢，你让我弄奶。奖励完美提升实力至通玄巅峰。如果是通玄巅峰的实力，在他们反应不及的情况下，瞬间冲破封锁逃遁，还是相当有可能的。我现在位于震泽山一带，四处都是荒郊野岭，往外走，无论往哪个方向都是封锁的重压区，稍有不慎就会引来绞杀，所以是没办法从野兽中获取了。那就只有他们应该想不到我在这个时候竟然还敢去这里。目前他们是倾巢而出的状态，混进去应该也不难，正好还可以把孙汝彬这对畜生爷孙宰了。但一旦被发现，怕是连逃命的机会都没有了。我知道你们有很多话想说，但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所以你们先听我说。儿子不孝，前半生蹉跎，没能让你们享到多少福，后半生以为能不一样，没想到还是尽让你们操心，受我连累。好好好，知道你们不爱听，我不说了。稍后我会将你们装在一枚戒指里，深埋地下。戒指里我放了足够你们用上几辈子的钱。待到封印解锁的那天，你们就可以出来。届时我若活着，我会来找你们；若我，你们就往北走，找个小地方隐姓埋名的过日子。知道，知道，我也就这么一说。你儿子这么个大祸害，哪有那么容易完蛋？等我回来，给你造个孙子帮我带。靠，这种时候还有3尊地境看守山门，难道说目前绞杀我的大多是其他仙宗的地境？该不会算到我会来吧？令牌，口令：诛魔未到。手背森严呢，还好有神级敛息诀。原来是外境内宗。赵兄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回来怎么也不跟我说？哼！刚回来，你这是要上哪儿？给我家老爷子祝寿。你爹？
我爷爷最近不是出了个魔道妖人吗？跟我家有仇，我爷爷吓得够呛，彻夜难眠，整天躲在房间里面神神叨叨的。我们晚辈就寻思给老爷子做个寿，热闹热闹，冲冲晦气。哦，我能去吗？当然可以了，咱俩谁跟谁啊？赵兄，你先安坐，我去给老爷子献礼，回来咱们再聊。一起去吧，正好这次得了一桩好物事，送给老爷子开心开心。什么？先保个密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跟我还有秘密？有没有我的份？自然是有。那我的可不能比老爷子差。一定。谁呀？祖父，是我。乖孙来了，进。此应一射，除非外面有人强行进入，里间就是闹破天，外面也不会察觉。终于等到这天了，老贼！祖父，老爷子，小赵也来了。祖父，赵兄给你带了一桩大礼呢。什么？这你就要问他了。人家为了给您惊喜，连我都不告诉。没有，就是知道您最爱山水画，最近得了一张大家的，送您品鉴。是吗？谁呀？您猜？小畜生！赵兄，你疯了吗？为何要对我祖父心慈拉手？为何？我也想问为何？为何我祖父好心好意待你，你却要将他打成重伤？为何当年我只想遵循男欢女爱自然之理，拒绝你祖父的淫威，就要被毁坏丹田来报？赵兄，原来是你！快来人！饶命！饶命！当初是我不对，但我当初也没要你性命啊！就算是一报还一报，你废我丹田就是。你是没取我性命，那是你不屑，是你希望我就这样做一个狗嫌人憎的废物，日夜体会拒绝你的代价。不是的，求你了，我真的不想死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。我要你的命。你想去哪儿？哥，我错了，我不懂事，我对不起你爷爷，但都是这个老东西教唆我的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？医药费我全包了，我登门谢罪，负荆请罪。只要你让我活下去，怎么都行。我真没想伤他，谁让你家那个老鳖蹬嘴那么欠？我不过是下来镀个金，他却真想教会我怎么做一个执事，谁能受得了？没打死他，我脾气已经很好了。砸碎！还挂了牌子，还真是个精致的猪猪男孩。实测宿主能量补充完毕，体内含奶量充足，奖励已发放。没想到这么顺利，现在偷偷溜出去，等天黑冲出包围圈，找个地方狠狠的归他几个月，到时候给这帮杂碎全整死。风天，别装了，以为冒用一个外门弟子的身份，便谁也看不出来。你是不是太小看我太乙天宗的护宗大阵的威能了？实话告诉你，你一出现在我宗阵中，我们便知道放你进来不过是为了稳妥。这一次，我看你怎么逃。我特么再说一次，我不是风天，还在嘴硬，无妨，是不是？你死的都不冤。诸位道友，封锁八方，此次绝不可使死子逃出一缕血气。通玄巅峰了吧？实力恢复的够快呀，难怪能撑这么久。可惜还是不够。
我死！检测宿主正在进行人生第一次濒死体验，奖励完美提升3重境界。怎么会？在这种关键时刻，他竟然突破了，一口气突破到了问道3重。什么？我们数十位地境，光是地境巅峰就有4个，不下天罗地网，难道还拿不下他一个区区问道境？没错，便是全盛期的封天也做不到在问道第一阶斩杀地境巅峰。我们一起上，定然！快躲开！点中期的老秦竟然被这小子一剑秒了，刚才那一剑的威势，竟连我都有些心惊。不对啊，父亲的回忆录里面，哪怕是封天，到了问道期也做不到约一个大境界而战，他怎么会这么强？难道父亲又撒了一点小黄？诸位道友，此次古怪，务必全力以赴拿下他，若不然，我仙门为。问道3重独占20多名地境，包含4名地境巅峰，竟能斗个旗鼓相当。这就是封天魔体！天哪！仙人们当年究竟是怎么赢的？回忆录里面的封天虽然也很可怕，但也不至于可怕成这般。今天若不能把他杀死在这儿，等他突破地境，天下还有谁能治？是啊，上古时代、中古时代的老祖们9成都损失在800年前了。如果我们阻止不了他，待他打开魔界之门，我们的后代就要成为魔族的宠物了。一定要赢！好不好？宗主他们要败！住手！叶缺，你不能再杀了！让开！不能再杀了！封天复活了，他夺了圣子焰无名的身体，将封天魔宗变作一片鬼域。我逃走之时，他已经开始引动魔界之门降临。让开！能引动魔界之门降临的封天，说明世间已无敌手。只有效仿当年启用八卦荡魔大阵才能击败他，但此阵需要修8大仙宗功法至少1名地境强者，持阵宗至宝催动。我叫你让开！你再杀下去，仙宗的地境强者就没几个了，成功催动此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。届时，四方世界会生灵涂炭，所有人都会死。你信我，真的。封天虽然目的是飞升上界，未必会把世间人杀绝，但与魔界的通道一旦建立，上界的魔族也会涌入。对他们来说，任何人都只有沦为宣誓意图。赵文，完了，当初我就不该对你手软。后悔了？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卖。你总算肯放我出来透口气了。魔界之门，不对呀，这次怎么出来的这么快？眼看着再有1个月就要成型了。废话少说，告诉我，要击败现在的封天得什么实力？这恐怕不可能了。不论仙修、魔修，一旦达到飞升，也就是引动上界之门的程度，都是当时一流水平。而我们这方世界，由于一些特殊原因，与上界的联系早已斩断。这种情况下，只有举世无敌，到世界自觉容纳不下的程度。当年为何可以？当年主要是封天运气差，本来魔界之门都打开一半了，不知道出什么问题，忽然消失了。封天也因此受了反噬，元气大伤。胡说八道！当年封天明明是被荡魔大阵所阻。荡魔大阵，笑死！当年被封天一脚踹碎的垃圾。小姑娘，看你是魔修，怎么还能被仙门那些老不要脸的忽悠？你好了，如若我也有地境巅峰实力，能否与现在状态下的封天一战？你的封天魔体比封天的感觉还要变态的多，或可。走吧。干什么？你不是担心封天无人可治，世界毁于一旦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去杀了他不就结了？你杀封天，我说我看不起你。你虽然……你干什么？抓紧！
我受不了了！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一会儿去给人做泥瓦匠，一会儿去做厨子，现在更是跑来过起田园生活。你要体验人生百态，随你，放我走啊！放你走，你又能干什么？去送死？那也比在你这什么都不做好。你看到没有？门已经快要成型了，一旦那门彻底形成，就全完了。知道了。这次应该搞得没毛病吧？检测系统完成人生第一次菜农初体验，奖励完美提升1众境界。不容易啊，终于递进巅峰了。怎么回事？错觉吗？刚刚怎么感觉他又变强了？这世间真的能有人不修炼都能自动变强吗？你又突破了。你到底怎么做到的？情况是这样的，你该不会……什么？没什么。难道他只要体验人生百态，各种新鲜事物就可以提升实力？若是这样，我加上我的体质本来就有帮人突破一次桎梏的能力，以他越级而战的能力，该死的顾清明，你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虽然他长得确实有点好看，虽然你是为了大义，可他比你小那么多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哎，你脸怎么红红的？没晒的。好吧，啊，舒服。哼，今天这么勤快，会做吗？不关你事。吃饭都不叫我，怎么感觉有点困？想迷晕我自己去拯救世界，倒要看看你搞什么鬼。我是为了天下苍生。没错。我便宜你了。我会负责的。闭嘴！不准再提！那你歇着吧，我去找风天了。小心点。是看穿了我在钓鱼，还是判断这小子会来也有能力阻止我？还是我们错了，他不是那个幕后时刻等着阴我的人。算了，先照原计划演吧。见到我，你好像很意外。不，我只是好奇，究竟是何等神异的宝物，才能让一个人以这种在我看来叹为观止的速度变强？那你应该没机会知道了。你很自信。你倒是很轻松。为什么不呢？很快我就要实现800年之夙愿，飞升上界，成为一名真正的魔。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接引我的天魔重杀，或你所有的亲人。因为你来晚了，上界的接引阵已经将我笼罩，这个世界的力量不可能打破，哪怕你当时无敌也没用。是吗？你的力量层次，你打破了地境巅峰的桎梏，这怎么可能？这方世界的灵气根本就不足以支撑，就像鲸鱼在水池。众亲，给我斩杀死了！该死的！你究竟是什么东西转世？为什么非要跟我作对？去下面问阎王吧。老魔这下
应该是死得透透了吧？恐怕没有。为啥？太弱了。按你说的，能引动魔界之门降临的他当是无敌，就算不是我的对手，也不该只比普通的地境巅峰强出这么一点。还有这魔界之门，我也感觉很怪。怎么个怪法？它让我有一种可以将之毁灭的感觉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这可是连通上界的通道，一种更高力量层次规则的显化。合着你跑我面前显摆来了是吧？话说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实力？大概比地境巅峰强一点。地仙？或许吧，我也说不好。自从突破地境巅峰后，我就有一种很饿的感觉，吸收灵气入体怎么都不够。那应该就是了。你都地仙了，越级战斗能力还这么强，会觉得老魔弱也正常。至于门，也许是你的错觉，也许在你眼里他就是弱。你话里有话。不是我话里有话，你还是书读少了，多读些古籍，知道魔界之门的来历，你就全明白了。不过也正常，你才多大？你怎么白天和晚上两副嘴脸？什么？要死啊你！走了！好歹说一下，这方面古籍哪儿最多吧？烦死了！东海求如阁。可惜了，该试一下的。原来现在是正统飞升道路断绝的末法时代，不论何等精彩绝艳，都不可能再通过以前的升道门进入上界，而魔界之门则是那些先贤们出于不甘心进行的尝试。但他们发现，通过魔界之门进入上界代价是里面会出来魔族收取报酬，胃口还很大。第一次就吞噬了世界1/3的人口，第二次更是让人间沦为魔族乐园，文明几乎毁灭。于是，在上古末期，各方达成共识，开魔界之门者共诛之。这样就说得通了。与其说飞升之门，不如说是偷渡卡 bug 的路子，弱一点也正常。不过，这岂不是说我也去不了上界了？这可不行啊！突破之后，这种饥饿感太痛苦了，而且有一种长期下去会死的感觉。妖界之门，人族要想开启，要给予上界妖族大量血肉献祭不算，还要把元神修成妖灵，肉身练作妖躯，什么邪修？还好失传了，不然我也得给你灭了。鬼门？这倒是不用献祭了。不过这逻辑是个什么鬼？开门先决条件是没有修成元神的人死亡，但要想成功完成偷渡的是元神以上进入才行，否则就会被冥府的轮回之力牵引，真的死了。哦，原来是可以通过一门叫做鬼诀的武学，将身体练作鬼躯，保留元神，蒙混过关。检测宿主完成人生第一次深度阅读，对于不满100日的婴儿来说，实属难得。奖励完美提升境界，至天仙初期完美学会仙级秘法分身术。你是要饿死吗？好饿。突破天仙，怎么忽然有种世界在我面前卸下了一切伪装？怎么了？回禀贵客，天上。魔界之门、妖界之门、冥府之门，说是偷渡和正统的飞升的区别，在于不需要完整的自己。这是有人要3门同渡吗？贵客，天上又有变化了！原来是从远方投射过来的一道虚影。你们好啊，见到是不是很意外？不会真以为我那么容易死吧？很遗憾的告诉你们，咱们的游戏现在才真正开始。你们不妨动动你们的猪脑，猜一猜我究竟想干什么。当然了，以你们的脑子肯定猜不到，但放心，
结果一定会让你们很讨厌，我保证。为神，我要拯救金灵子。是也道友啊，怎么样？想了解的都有了解到吧？都了解到了，多谢真人了。哎呦，您太客气了，咱都哥们儿。来来来，到我楼上暂谢，我给你切壶茶。阁主，捕仙宗的赵忠降了，咱们得知道。我又没龙，没看我现在有事吗？可是阁主，根据800年前咱们大家签的攻守一致条约，召集忠降，1个时辰内必须要到，否则咋了？否则咋了？我偏要给我叶道友切壶茶再走，咋了？你怎么认凡人呢？再废话，老子削你信不信？真人盛情，叶某感激不尽，但还是先忙正事吧。茶什么时候都可以喝。唉，主要你大老远来一趟，连杯茶都不请你喝，我这心里过意不去啊。不过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就下次。下次一定。对了，叶某也想同去，因为有个朋友可能也会去，我想顺路去找他，不知道方便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我主要是怕有什么忌讳，毕竟严格意义上，我属于魔门中人。不影响，谁不知道叶兄是误入魔门，实际上比谁都正派。要说对抗老魔，咱都是摇旗呐喊的，您才是中流砥柱。我相信大伙儿对您的到来必然是欢迎之至。宗主，根据咱们签的，闭嘴！可是，我让你闭嘴。叶道友，那便是我的座驾，宝龙1号，请。真人太客气了，应该的。那我就却之不恭了。如阁主律重道。你小子可把你等来了。怎么，我堂堂阁主不配你等？哼，滚远点儿！话说那几个老小子都到了吗？咋能都到？北边那几家被姓叶的小魔头干死那么多，非常时期，都要留人镇守。像太乙天宗就干脆让太上宗的王道友代位出席了。唉，只怪我当时在闭关没法去，否则岂能让那私娼狂磕个什么？以为我吹牛屁？我告诉你，那小混蛋但凡来我面前，我弄不死他。对了，这位小兄弟是叶缺。叶缺，你这名儿怎么立中了？不至于。明白，你就是开个玩笑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而且，你不是想人家来吗？真来了，你又不乐意。原来你是不仙宗的。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说一声？怎么？我不能来？不能，跟谁拽呢？好，我错了。你这在干什么？当门神啊！这谁啊？该不会是小叔祖道侣吧？不是道侣也是千金吧？看着大惊小怪的样子，哇，他还帮小叔祖取了额前的碎发带，太贴心了吧？这人还挺俊相，听说跟咱小叔祖配得很。去，让你们来做事，你们在这干什么？不想干就给我滚回去！怎么了这是？小家伙们一个个心都沉不下来。哦，也不必太苛责，都还小，慢慢来。师妹说的是。对了，这位是？这是我朋友。这是我师哥。师哥好。你好，兄弟在哪儿？高就啊。原来是魔门的，现在没地方去，
这不来投奔我们顾仙子吗？没完了是吧？好好说话。我师妹，我能跟这位兄弟单独聊聊吗？你们聊什么？就是随便聊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别搞事，懂？包懂的。兄弟怎么称呼？师兄有话就直说吧。他好，离开青宁。他只是一时糊涂，你配不上他。只有我才能给他幸福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来硬的，所以我现在跟你好好说。希望你别逼我。你就不怕我告诉他？我和青宁的关系不是你能懂的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你只是他的一个过客，而我才是他命中注定的归宿，明白吗？他就算气我也是一段，而你就算是死了，他也最多难过一段时间。叶道友，听到什么笑话了？笑得这么开心？见过师伯。叶道友，你和我这是挚认识？不，顾青宁介绍我们认识的。啊，对了，叶道友，咱们针对围剿封天的高层会议马上开始了，快请。这种场合，我一个外人，不合适吧？怎么会？我家宗主特意交代，要请您一屋共商大事。那好吧。叶道友，这位叶道友全名叫什么？叶缺啊。叶缺，你不是那个将仙门七尊汇聚的30位地境尽数斩杀的夜魔帝？也是个误会，对方也有点过分，不能完全怪他。我竟然威胁了。师兄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怎么还冒汗了？没事，忽然有点冷。那什么，师妹，我先回去躺着了。宗主，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我就是来听听，坐那边角落就行了。你要非将主为让我只好走了。那好吧，怠慢了。不至于，都坐。道友们，事态紧急，废话我就不说了。封天之事如何应对？大家都谈一谈自己的看法。老魔一向诡计多端，易某看来当务之急，搞清楚他的真实意图。他的意图不是很明显吗？偷渡外家报仇，还能有什么？吃鸡，无非就是花样多了点儿。从原来的魔界之门到三门同渡，咱们直接兵分3路，全给他拿下。我们所有人家一块都未必是老魔的对手，兵分3路，到底谁拿下谁？要我看，平儿几道门就是一道去，能行就行，不行算完。道友，你这就太极端了。要我看，形势一片大好，咱们完全可以从容应对。怎么说？老魔桀骜情性，真有当年巅峰实力，他就直接一家一家屠了，岂会像现在一样藏头露尾，玩些花里胡哨的东西让我们猜？你是说他在虚张声势？必是。可天上这几道门怎么解释？鬼门不算，妖魔2门，必是地境巅峰的极限才能引动。这等实力，岂是虚张声势？我觉得王道友说的有理。老魔虚张声势的对象未必是我们，或许是叶道友。毕竟叶道友刚刚才沾了他一具化身，虽然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又能引动3门并立，但他绝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造就3具地境巅峰实力的化身。没错，要他能有这样的能力，咱们当年就输了。有道理，那你说怎么整？1、2步走。第一步，就是咱们把力量集中于一处，把这3道破门给弄了。同时进行第2步，聚焦根源。怎么个聚焦根源？我为什么难缠？除了同级无敌的实力，就是他那如复古之躯一般的顽强生命力。咱们要办他，就必须办他个一劳永逸，否则隔个几百年就来这一出，谁遭得住？可谁知道他在多少个地方藏了多少转生的影子？是，此乃我最近祭炼成功的一件秘宝。只要封天在此方世界，就将无处遁形。当真？一试便知。这都是封天。我以他的气息为牵引，必是他，无疑。难怪怎么弄都弄不死，真是个疯子。纵然他实力强悍，但分裂如此多的化身，元神必然也要跟着破碎，这合死了又有什么区别？
那上面最大的3个光点，应该就是他准备3门同度的3具化身吧？对，这下好了，看他往哪儿跑！事不宜迟，迟则生变。我看咱们马上行动吧。好，那个家酒回去带好家底，咱们。叶道友，您怎么看？思路没问题，但我想风天不是傻子，他敢跳出来挑衅，必有谋算。当然，这还在其次，最主要的是他在那3处偷渡的位置，定然有所不知，诸位还是小心为上。叶道友言之有理，老魔实力深不可测，如今天下也只有叶道友能稳胜一筹，不知可否请叶道友助我等一臂之力？我会帮的，因为我也想杀他，但保险起见，咱们还是分开行动吧。里面待着有点闷，你们聊，我出去透口气。这叔子什么话这叫？不信任我的秘宝之说，扯些有的没的。若非为了除魔大计，今日是要跟他立个分晓。消消气，这4跟咱们就不是一路人。要我说，等灭了老魔之后，下一个就是他，否则迟早是个隐患。没错，他展现的实力比老魔都强，这么年轻还修魔道，万一利欲熏心想要效仿老魔，谁能拦得了他？必须杀之，以绝后患。好了，人家也是好心提醒，化敌为灭，你们巴不得再树强敌吗？什么叫我们巴不得？他就是敌人，向道友白死了。当然，你是无所谓。听说他跟你的门人有点关系，真有那一日，别人灭门，你不仙宗总是能保全。混账！王道友，你过分了！你怎么能在背后这么说叶道友呢？都是，人家好心好意帮我们，你这样岂不是让人心寒？王道友，做人要有良心，你这样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不觉羞耻乎？你们死的，这畜生怎么又回来了？叶道友，我绝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千万别误会。若让您不快，我任您处置。混账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给各位老爷送点信，但听老爷们是在争吵，恐被迁怒，所以想等上一等。好了，王道友，何必跟个下人计较？说来也是我的不是，以后这帘子就不用上好的格灵材质了，这样也不会发生这样的误会。是啊，王道友，我们都懂的。你不是怕那小子，你只是忍辱负重。算怕也不丢人，谁让那小子实力硬呢？我也怕，大家谁不怕？但怕不代表咱就不敢跟他干。迟早让你吓死！成天神出鬼没的。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无聊呗。以前带着使命的时候总盼着回来，现在使命结束真回来，又不知道该干啥。人是这样的，其实如果真的不知道该干什么的话，那就嫁我呗。啊！你神经病吧？我认真的，你看，你年纪也大了。去死！那是老祖他们吗？这么兴师动众是要去找老魔？大概。你怎么不去？他们不带你。不，是我拒绝了。你不信他们？他们也不见得信我，毕竟前一阵还是敌人。老祖没有与你为敌，我们不仙宗也没有派人去围剿你。当初传闻沸沸扬扬之际，我想办法跟他们说了，你绝不是风天。还有这回事吗？谢谢你啊，你们老祖人确实还不错，不过我有我的节奏。啥？有了骑手的能力，自然不能再像以前做棋子的时候，只知道傻乎乎的往前冲。虽然不知道你又在搞什么鬼名堂，但如果可以，救救老祖吧！从小到大，对我最好的就是他了。放心，我有数。你就是一个保护你，一个去保护你想保护的人。可你就非要变成项链吗？还非要挂在……那咋了？你什么我没看过？你
烦死了！算你所以，便是此处。看着平平无奇呀。或许别有洞天，需破他一破。左右，击阵。天圆地方，律令9章，无其所指，万邪无藏。是。找到了，诸位道友，随我击阵灭魔。王笨，你疯了！没有可能不是我疯了，而是……你们太蠢了！我是真没想到骗你们过来这么容易。唯一可惜的是那个姓叶的小子没跟着一起来，可惜啊。为什么？你觉得呢？你是老魔的人。不过我很不喜欢你这么称呼我伟大的主人，请你以后称呼魔帝大人。你个败类，他到底给了你什么好处，竟让你不惜遗臭万年也要助纣为虐？你忘了咱们是带天下的血史吗？有没有可能，我从来都是魔帝大人最忠实的仆人？畜生！我杀了你！这几个，杀死这莫不是传说自上界传下，早已失传千载的罗烟大阵？这你都知道？看来你个死胖子肚子里还是有点货的嘛。传闻此阵是上界地仙都要忌惮的存在，困搅一体，杀人于无形。事已至此，还能怎么办？唯有杀出一条血路。也怪我太信任他了，该不依寡的。不怪你，谁能想到800年前并肩作战的人，居然到今天才现形？反正大家来之前，估计都有流转生之机。死虽然意味着大半修为损失，却也还有再来的希望。看就完了。无谓的反抗，不过你们开心就好。再见。会不会是你记错了？不是卜地，而是其他人。毕竟你才找回那部分记忆不久。你不会记错的。虽然他变了样貌，但那股气息我永生难忘。我自然是信你，我能有今天你功不可没，这也是当年魔界之门几乎都要开了，你说不行，我就毫不犹豫放弃的原因。我只是有点想不通。什么？按你所说，自远古以来，他扮演的都是一个阻止飞升的角色，魔界之门更是他故意设下的陷阱，因为他不希望有人再搞出诸如类似的妖界、鬼门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偷渡的方式。他的动机何在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。你就没有一点猜测？有，但说了，只怕会让你更加困惑。什么？如果是你，在什么情况下才可能会做一件看起来没有逻辑的事？那当然是快死的时候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有人逼着我呗。我小魔自然要听从他的命令，就像当年那群为了取乐逼我杀掉我家人的死妖精。你是说他也被逼？可谁能逼他与全世界为敌？上界？不，我认为他是心甘情愿，因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从头到尾我都没感觉到他有半分被逼迫。就算是最后他在我最虚弱的时刻杀了我的孩子来刺激我走火入魔，面对我的怨，他也表现得很平静，平静地将我打得魂飞魄散，就像在做一件自己觉得该做的事。这该死的小畜生，真是阴魂不散！罗烟阵能拿下他吗？
他上次斩杀你的实力已有接近上界地仙水平，拿下他有点难，但困住他，让你潜伏的魔仆们抓到足够多的陷阱，帮你铸就鬼。1、2区应该不会有影响，毕竟此方世界的力量层次让他注定无法发挥全部实力。话虽如此，但有这小子在前面挡着不定。无妨，凭我对他的了解，就算没有此子，他也不会傻到不留后手来复现的。等你妖鬼2区铸就完毕，合二为一，你就能在这人间位登地仙巅峰。届时人间无敌，就算他不露面，也可令其上天入地，无所遁逃。这便好，你我好事一同成就，才算圆满。能阻止的人基本都在这里了，感觉你可以召出你的另一具化身，带领魔仆开始启动灭世了。万剑出上，开始吧。谨遵法旨。那怎么不见了？啊！莫非给他找到了阵眼？绝无可能，罗胭脂没有阵眼一术，唯有强力破制。但他也没有破。让我想想，理论上只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他的实力远远超出了罗胭阵能限制的程度，所以可以轻而易举出来。你这珠子倒是不笨，你怎么可能找到这儿？这么惊讶？其实一开始我也挺惊讶的。突破天仙的那一刻，这片世界仿佛都在向我臣服，一念所至，尽皆洞悉。你就是藏在天涯海角，也别想瞒过我。只能说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啊，老魔。你到底什么实力？你猜啊？其实咱们完全没必要你死我活。你这么猛，是不可能一直在此方世界生存的。我去往上界的通道马上就要打开，到时我可以让你献上。我一直认为，不论秉性，你是个能力挺出色的人，只是可惜遇到了我。我是说真的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拖延时间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即便毁了你这具身体，你还有其他的身体？我都知道，所以此刻我才有心情陪你闲聊，但你好像却并不知道。你什么意思？尝试感应一下你其他位置的身体呗，或者感应一下你的下属们现在的境况。怕我炸你？也罢，那我让你看。到底是什么怪物？都说了，你对我的力量一无所知，要不要再看几个画面？当然，这个可能对你伤害不大，因为死的都是你的手下。技不如人，那便愿赌服输。很好，看来你这服输并不心甘情愿呀。安息。你应该就是封天一路成长到今天的随身老爷爷吧？哦，对不起，忘了你的性别，别介意。要杀便杀。够硬气，但我若真想杀你，何必跟你废话？你的实力我看不懂，便是我最强的时候，也远不如你。我帮不到你什么。不，你能帮我解惑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对你们刚才聊的东西很感兴趣。你莫非以为登天仙，否则怎能穿越层层结界，在我们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听到我们的谈话？不可能。便如水要有源，不限制世界其他生灵的情况下，光是自己修炼，你怎么可能获取到足够突破的天地灵气？这你就不需要知道了。我没什么能告诉你的。刚才我和封天根本没说太多，你不必找我。但我在你察觉不了的情况下搜了封天的魂啊，还是说你不想报仇，不想亲口问问那个人为什么？目前在这个世界，只有我可以帮你做到。你为什么会对这些事感兴趣？那个人没可能阻止你去上界。正如你想为自己还有孩子讨回公道，我也不希望我想保护的人受到伤害，不论身体还是精神。这是个很长的故事。无妨，慢慢说。我们的时间足够长。他叫张青，在一个不算特别的日子，我们发生了不算特别的事。我很爱他，一种很难理解的爱，第一眼看到就很喜欢。但当时所有人都劝我不要，因为我是天才，而他只是一个普通人。可我觉得那又怎样？我要爱就爱。然后呢？然后我选择遵从我的内心，我们在一起了，有了一个家。很快，我们还有了孩子，不止一个。我很幸福，我也以为我们的生活可以永远这样幸福下去。反正也没法飞升，我也没什么其他追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的一位老师研究出了一门名为诡诀的秘法，它可以让地境巅峰的我去往上界。噩梦自此开始。发生了什么？起初什么也没发生，我们反倒比过去更恩爱。他故意麻痹你？对，他真的很擅长伪装。为什么呢？即便他的使命是阻止飞升，但你不是已经告诉过他，
除非能跟家人们一起，否则绝不会离开他们嘛。何必非要你万劫不复？大抵在他眼中，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是否具备这个能力。不具备，就得被剪除。哪怕这个人是自己的妻子，自己孩子的母亲，恐怕就算是他的父母，他也不会犹豫。怎么说？这一生见过很多凶恶的魔头，但我没见过任何一个魔头会将自己还没满月的孩子扎穿，还刺激他刚刚临产不久的母亲。我也没见过一个为人父母者在杀了他所有的子嗣后会面无表情。换一个话题吧，你为什么会认为他具备这样一个使命？一部分源自我自己的猜测，一部分源自我的师父五鬼上人。我还能以这样的形态存在这人间，便是多亏了他老人家偷渡之前给我留的宝物。他是怎么跟你说的？他说我们这个世界是遭人害，有些人或为发泄一己之私欲，或假模假样打着为你好的名义，肆意断人前途。他们身份太高，无需亲自做点什么，随手抛下几粒沙，便是一座下界人万难逾越的高山。他认为根源来自上界的某个人，猜测还是？猜测，但我相信，就算不是上界的某个人，变故也一定源于上面，否则怎么解释以前的人们都可以飞升，而我们若不自己想办法，便只能屈居在这方寸一隅。怎么解释一个本该和所有人一样向往更高力量层次的人，会站在所有人乃至这个世界的对立面？合理的猜测，感谢。作为报答，我会实现我的承诺。您打算怎么做？我也具备去上界的能力。若真如你所想，哪怕我什么都不做，他也会自己跳出来试图解除我这个威胁吧。或许针对我的谋算早已开始。您想静观其变？不，我只是想这场戏能够完美谢幕。叶道友，这老魔已死，没事了。叶道友，您不是开玩笑吧？抱歉，宗门紧急传讯，我先处理一下。叶道友，你。没错，老魔的所有化身都被我沾了，他的手下或死或逃或降，从此人间不再有封天，天下太平了。老魔真的不会再卷土重来了吗？叶道友如此说，还能有假？是吧，部弟？太好了！多谢叶道友出手挽救危局，吾辈感激不尽。是啊，叶道友，若无您力挽狂澜，我老道这400多斤肉，今天真得交代在这里了。客气了，没有你们帮我吸引老魔注意力，我也不会办得那么顺利。叶道友太谦虚了。对了，叶道友，您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老道我如今还有点云里雾里，可否为我等解解惑？算是运气好吧，不值一提。叶道友太谦虚了，那就不多谈了。今日也算是托叶道友的福，才有此喜事。我一开我宗门酒库，进取仙酿，大庆10日，请诸位痛饮一番。当真？那我可真要敞开肚皮喝了。还能有假不成？走，好。我提议，所有人在敬我们伟大的、尊敬的叶道友一杯。敬叶道友。叶道友，我看您身边也没个女子伺候，甚为清冷。正好我新入手有美婢2名，身段婀娜，珠圆玉润，我还没碰。你若看得上，便送你做个暖脚丫鬟。不必了，看看再说。真的，信我，绝对润。心领了，我有心上人了。是吗？谁啊？他面薄，大庭广众的确是不好说。莫非是今日在场中人？哥弟啊，
这我就要说你2句了。有我什么事儿？怎么没你事儿了？你个宗主当的不称职，知道吗？就是，家园在此，便是我一局外人都忍不住成就好事。你身为娘家人，却能无动于衷，怎么着？看不上我叶道友？你小子少挑事，我巴不得，但这不得看人家自己吗？那你倒是帮着问一问，不问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？年轻人脸皮薄，你脸皮还薄。好好好，青宁啊，气氛都到这儿了，你看你是怎么想的？若愿意，老祖今日就帮你做主，咱们挑个吉日，便把这好事办了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！怎么压力全上我这儿来了？这让人怎么说？我愿意显得我好像很那啥，不愿意好像更那啥了。那个谁，你倒是说句话啊！诸位，我知大家都是好意，但我们的事儿还是让我们自己处理吧。来，接着喝。看起来短时间内他什么都不打算做。正常，他一贯喜欢用人畜无害的样子麻痹敌人，直到你彻底放松，忽然给你来个狠的。但依我看，其实他已经出手了。怎么说？那个穿红裙的女孩，不会，我有一道化身时刻在他身边，除非实力比我更强，否则在他身上动手脚，我不可能不知道。你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，他显然清楚此女在你的心里分量很重。今天宴会上发生的事，或许不是偶然，不过你既有化身专门保护，当是无妨。有人来了。叶道友睡了吗？方便进来吗？当然，坐。深夜造访，叨扰叶道友了，实在也是我左思右想，有一件事很想跟叶道友聊。客气了，您说。是关于青宁，刚才我碰到他，同他聊了聊你们的事。老，您操心了？谈不上，我算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，对他我一直都很愧疚，因为在与他同龄的孩子们享受师长的关爱之际，他却不得不为了使命身处魔门，1年又1年，以至于人生大事都没个着落。您想必也是不得已。哎，不说了。总之，我真的很开心他能碰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。但你别看这孩子平时咋咋呼呼的，实在脸薄得很，有时候很羞于表达。都知道的，宗主，你有话直说就好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。你俩年龄都不小了，既是郎有情妾有意，不若就早日把好事办了吧。你愿意吗？当然愿意。但青宁那边，他要是不愿，我有机会来找你。既如此，全凭宗主安排。好，那回头我便让人挑选吉日良辰，你歇着吧。慢走。喂，得寸进尺是吧？往哪儿摸呢？对不起，稍微有点得意忘形。哼，你得意什么？一想到明天太阳升起，我们的圣女大人就要正式成为我的妻子，怎么能不得意呢？第一次见面，我要是知道有一天我会怎样？给你躲了。我会对你好一辈子的。就这样，尽我所能，让你天天开心。这还差不多，我可是记住了。你要是敢骗我，我咬死你！对了，我俩大婚不请伯父伯母真的好吗？没啥，我会跟他们解释的，他们现在也不方便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怕你行几礼的时候不自在。毕竟我好歹也有老祖，同门称为亲眷，你却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人。不会，有你就够了。叶道友，恭喜恭喜，托你的福。不好了，公子！怎么了？小叔祖他老人家找不见了，丫鬟说前脚还在内室帮他佩戴首饰，忽然一道妖风卷来，人就不见了。老祖知道吗？第一时间就去禀报的老祖。老祖觉得大喜的日子，新娘被抢不宜声张，让我请您速去内室商议。知道了，先走不要紧。此事要我看，不是我们内部人，就是本次到访宾客中所为。我已紧急开启护宗大阵，并派人搜访，不消须臾，必能抓获奸徒，找到青宁。宗主办事，我是放心的。好茶好茶，爱喝就多喝点儿。是得多喝点，错过这村怕就没这店了。此等剧毒，世所罕见呐。接着道啊，这就傻住了。老演员要有点老演员的范儿。叶道友，我知你关心青宁，但这玩笑
可开不得。装接着装，抓青柠的人不就是你吗？稍等啊，我放个道具，不然青柠估计会伤心欲绝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在他心里的地位很不一般。这下就可以进行全景拍摄了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大幕已为你拉好。徒弟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叶道友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你都把我弄糊涂了。你还能糊涂？是因为我喝了你这茶，无事让你不知道怎么继续，还是我上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打乱了你的节奏？可我也没办法，我一来百毒不侵，二来我也不懒得装傻了。我是真的不明白，你这完全是莫名其妙嘛！好端端的我对你下毒做什么？你做过的莫名其妙的事还少吗？我做什么了？果然是久经考验的老演员，演出没点观众没感觉是吧？好，我帮你一把。让清，没想到我还活着吧？这表情就对位了，但别闷着，见到老熟人招呼都不打一声。也对，你个负心的沟槽，确实也没啥好说的。你既然多少已经知道我的底细，还敢来？为什么不呢？好不容易等到你忍不住不来气，不可惜。看来你对自己的实力真的自信。我见过很多像你一样自信的人，然后他们都死了。巧了，我也是。哼，废话其实可以不用那么多。有什么手段拿出来吧！如你所愿。是上界传下来的云雾大阵，此阵在困杀这方面，比罗烟阵还强上数倍不止。不，是阵中阵。这竟然是斩仙大阵，据古籍所在，此阵曾斩过真正的陆地神仙，即便在下界使用，未能天然有所削减，但这怎么可能呢？而此阵的物品，人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替代品了。看起来有点意思，但没什么用。如果这就是你全部的手段的话，那我就要说遗憾了。你不该这么讲。哼，不该。这世界有什么该或不该？对方世界目前的规则之极限，通常也就是封天那个实力，再强也就是这贱人的死鬼师傅那个半仙水平，但你却远远超出了。所以呢，那件东西被你得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考虑回答你，但作为交换，你也要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？你或者说你们阻止别人飞升的原因？你认为我会说？不过有一天你或许有机会会知道，当然是在你死的时候。至于你的回答，我想我已经知道了。这方天地除了那桩神物，还有谁能造就这般伟力？不得不说，你小子运气是真好，只可惜是厄运。想对我施一番酷刑吗？你可以试试。不，这方面江小姐应该比我更有兴趣。我只是单纯讨厌谜语人。让你丫说话藏头露尾，交给你了。谢谢，我会尽我所能将你感兴趣的问题逼出来。不强求，看这屌样也不像能说的。你不想知道穆青青在哪儿吗？这种时候你还能问出这种白痴的问题，我是没想到的。你以为我是你个绝情绝义的沟槽，为了达成目的什么都能牺牲？能救得了他一次，救不了他第二次。他有病，病得很重。如果知道该怎么救他，你大可以不听我的，但等到有朝一日，你不要后悔。要你帮我一个忙，我就告诉你，对你很容易的。说，你的实力我阻止不了，我认了。你大可以去上界，但其他人不行。你是要我帮你阻止其他人吗？哼，你还真是爱岗敬业啊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，你也不例外，只是你不知道罢了。我不强人所难，我只希望你不要把我在此方世界的分身全部诛灭，其他的我自然会阻止，这对你很容易。此方世界的分身，只要你答应我，
我就告诉你关于顾青宁身上的秘密。说，你先发誓，发天道誓，如若违背，此生修为不得寸进。我发誓，如若我违背对你的承诺，叫我无论怎么修炼，修为都不会有半分长进，可以了吧？反正老子这辈子修为就没靠自己进过多少。再加一句，任何天才地宝也不能对你的修为有所裨益。任何天才地宝都不能对我的修为有所裨益。西荣怎么也不能算天才地宝吧？好，顾青宁其实并不是极乐之体，而是无寿之体，会被错认，只是因为这方世界人们的无知，以及他真正的体质和极乐之体有相似的地方，比如助人突破。但不同的是，在卖关子，信不信我把你的眼睛挖了？极乐之体无非是性欲重一些，他这个体质就麻烦了，生来就受天道诅咒，守不过百。若是再沾上男欢女爱，通常活过80都难。当然，好处是，他越是临近死亡的时候，修为就会进步越快。怎么补救？只有一个办法，去往上界元始道庭，求取神物不缺瓶，灵水照过，缺旱自足。但我劝你不要妄想了，即便你有那个神物所助，你能在他死前加入道庭，成为一名天将就不错了。因为上界很大，最不缺的就是有奇遇的天才。对不起，没忍住。没关系，无非就是一句分身，你再还我一句就是。可以。你不守诺言！我从不守跟勾操的承诺。我开玩笑的，天道誓言不是儿戏。没事，我不一样，使劲玩吧。听这厮的意思，他在上界估计还有真身，有机会将他真身抓来给你。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说男人怎么非要女人打扮成这样？话说，好看吗？好看。你要死啊！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。故意吓我是吧？不，太美了，想多看一会儿，一时忘记提醒你了。问你一个问题。说。你多大？你自己量过那么多次，你问我。我说年龄。18。真是年龄。我看着不像18吗？好啊，还没成亲就嫌我老。不是，有事。你能有什么事？不知道女孩子的年龄都是秘密吗？唉，好吧，告诉你就告诉你，反正也有人说我老牛吃嫩草。姐姐今年60有9。还好还好，如果那个沟槽说的是真的，我最少还有11年，运气好就是31年，无非是不碰它。话说上界和下界的时间，刘素素应该是一样的吧？别给我来个天上1天，地上1年，回头得找个古籍研究一下。你问这个做什么？没啥。忽然有点困，怎么回事？我睡会儿。睡吧。到床上睡呀。没病啊？怎么会忽然陷入晕厥？难道是不受肢体的关系？可距离那个沟槽说的80和100岁，差的都还有很多年啊！难道？来人！来人！我记得你说你是从小就认识青宁，只是他天赋好入了弟子院，而你入了杂役院。对。青宁到底多大？姐姐与我同岁，今年79了。知道了，出去吧。说你好啊，79就79，我还能嫌弃你吗？放心啊，没事的，我一定取来补血瓶，救你。管特么的什么元始道庭，还是其他的什么沟槽，大不了学孙大圣给那些沟槽全砸烂。我刚才又晕倒了。又？对，老毛病了，从小到大经常就会忽然犯困睡一阵，睡醒就好了。我的头发，我的脸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事没事，还是很美。美个屁呀！你知道怎么回事对不对？我也是刚知道，但我一时间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我怕你接受不了。说，你也太小看我了吧！我19岁入魔宗，摸打滚打一个甲子，什么阵仗没见过。现在的我没什么不能接受。问题出在你的体质。就这，天定的生死，那就随他，而且也给我留了一条生机，正常。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活了69年，一直都以为我是极乐之体。这就是第2件事了，你千万不要太难过。烦死了，这世上没什么能让我难过。说，
你自己看吧。叶子，叶子，有些人就是这样的，人心难测啊。说你说好不让他死的，让他死也就算了，非要连去全尸。没办法，当时上头了，而且这种时候不可能妇人之仁的。别哭了，说好这世上没什么能让你难过的。那他不算啊，从小到大就他对我最好，而且我就撒点小谎咋了？没咋，别难过了，他都装的，这种人最可恶了。我要你说，我什么没见过，胳膊给我拿来。晕厥的频率这么高吗？得赶紧想办法去上界。抱歉，你应该报复的正爽，把你叫回来。没事，无非也就是发泄罢了。有什么事吗？刚才也听到了，我必须得尽快去一趟上界。但是据我所知，鬼、妖二门想进去都会有很奇怪的副作用，而且应该会很慢吧？我想问你有没有可以直接偷渡去上界的路子？有倒是有，空间裂缝，但危险性很高。地仙以下瞬死，地仙也有大概率死，至少要有天仙境实力才勉强可以自保，但死亡概率也在一半。可以直达上界吗？可以。多久？这句不知，不过据古籍所在，空间裂缝类似于传送阵，应该也就比正常飞升慢上少许。空间裂缝怎么找？去到天之涯，撕裂空间即可。明白了，你先忙，到时找你。再跟家人交代下，有点保护他们的手段，就可以出发了。唉，可惜这个世界的力量层次，我现在的修为已经是极限了。再往上突破一层，可能瞬间就会饿死。不然可以在下界解锁各种第一次无敌后再去，就省事多了。没事，你看，这不好好的，不仅好好的，我还有媳妇了呢，长得跟你一样好看，又温柔又善良，说话还好听，回头带你见见。莫哭嘛。解开是吧？不行啊，马上又要出去办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。给你们解开了，听你们说话，我怕我会动摇，你万一再骂我两句，我又该难受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心眼小，所以你们还是听我说吧。放心，这回真没啥危险，就是有点想你们，不然我都不来了。而且我也会留到分身陪你们，有他在，就算我不回来，呸，好像有点不吉利。反正他也是我，一定会让你们下半生快快乐乐。至于大哥他们，我也都有安排。等我走了，那个我会把你们放出来的，到时叫他带你们去见儿媳妇。对，不听话不成器，我不是一直都这样？你第一天认识我啊？话说报一个呗，老头子。怎么还不回来？想我了？呸！谁想你了？家父家母可都在听着呢。我是有病，但我没瞎，吓唬谁呢？真的，在戒指里。逗你的，人是在戒指里，但听不见咱们说话。你有病是吧？下次再敢拿这种事吓我，我真生气了。看来你还是很在意在我父母心中的形象的吗？本来我就比你大，够自卑了，万一再被当做泼妇，我还活不活了？好，躺好。我不，我偏坐着。你什么时候走？后天吧。这么赶？早去早回。要不别去了。那怎么行？怎么就不行了？活到哪天是定数，随他去就是。我说不行就不行，不跟你说了，你休息吧。别闹，其他事我都能答应你，这件事必须听我的。不行，你的身体。少废话，你是女的，我是女的，我说能就能。大清早的又跑哪儿去了吗？早啊，圣女大人。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出发了。对不起，骗了你。没办法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人最怕道别，觉着矫情，也怕气氛弄得很伤感，没必要。做人嘛，最重要就是开心了，所以就先斩后奏了。总之，照顾好自己，等我回来，爱你。骗子！谢了，你回去吧。一路小心。如果一直都是这等程度的冲击，应该是可以顺顺利利的进入上界了。
特宿主正在进行空间隧道初体验，奖励完美提升3重境界。操！提升境界固然好，但我要饿死了。好恶心的东西，能不能不爱老子？检测宿主正在进行鱼腹求生初体验，奖励完美提升3重境界。系统哥，你要么就突破到能让我出去，要么就忍一忍，我真要饿死了。这么硬，哪怕我现在估计很难越他境界而战，但我好歹也是天仙后段，一拳竟然毫无反应，这畜生莫不是玄仙或者真仙？不行，再这样下去，罩子要破，我也要理解。能不能去哪儿暂避一下呢？不行，按照正常的生物结构，鳄鱼有4个胃，我目前所在的是第1个胃，负责初步消化。那么那儿连通的，应该就是负责主要消化吸收的中胃，更危险。老汤，小子，你到底来了什么鬼地方？抱歉，事太多，忘记把你放了再来了。你他妈！想拥有通天彻地的力量吗？想把那些该死的仙佛都踩在脚下吗？来，把寿命给我，你想要的一切我给你。看来尸煞就是个中间商赚差价的，他能夺人寿命的关键在于此物。我就说，我堂堂天仙都感受不到怎么取人寿命，这老比等凭什么？你是谁？我不是谁，我就是我。我总要知道你的来历，才可放心与你交易吧。你可以不交易。脾气还挺大，不交就不交。话说这东西，莫非就是不敌说的神物？好吧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主人叫做阴阳帝君，而我是他最喜欢的一件法宝。8万年前，元始道庭的掌教大罗，连同冥府的一位尖酸刻薄的鬼王，同我的主人爆发了一场惊天。直接说你现在的情况以及你的能力。主人惜败，退回了阴阳界，我则受了重创，化身万千碎片，流落万界。但只要给我足够多的寿命，我就可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。至于我的能力，我有阴阳2面，当面可以活人，阴面可以死人。大罗一下，要生就生，要死就死。足够多是多少？这个嘛，我毕竟是先天至宝，或许你知道生死搏吗？我们算是一个妈生的。说重点。重点就是我也不知道要多少，可能10亿年，可能更多。还有吗？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微不足道的备用，可能对你有点影响。什么？阳的一面在那场旷古大战中完全废了，只剩阴的一面，沾染了厄运因果的源头。带着我，可能会让你的运气有点差。哼，一点厄运，我还受得厄。这是什么？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一头化龙失败的孽龙。什么实力？你看它的肤色，半金不金，生有2足，又各有3只，当为人族真仙级。你能对付吧？不能。我给你寿命。那也不能，我只是一块碎片。那你刚才吹什么牛皮？忘了告诉你了，这是我唯一的爱好。给我逃脱！你不用急，孽龙最厌食人，它只是好吞，不喜欢吃的东西，它是不会消化的。哪天满了，没准就把你拉出去了。哪天？快的话，也就300-500年吧。哼，你去死吧你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里面场景太单一，就算想利用系统赌一把，感觉都不一定够。又怎么了？小子，运气不错，这孽龙大概有点闹肚子，看样子准备把咱们放出去了。坚持住！特宿主正在进行人生第1次过山车初体验，奖励完美突破至玄仙1重。不要啊！我现在身上一块灵石都没了。什么情况？之前提升境界，一堆灵石补，都有一种要虚弱成人干的感觉。这次不仅不难受，而且还很爽。莫非已经接近上界，可以满足我的灵气浓度了？那是不是就是上界？上界也对，对你们来说，元始道庭可不就是上界吗？
啥意思？以后你自然会知道。谜语人是真多，终于到了。不应该啊！难道我算一个移情未眠还算不明白？哼，叔，要不算了吧，人家偷渡上来也不容易。算个屁！妇人之仁，以今天的价格，一个奴隶卖去黑矿，那就是30块原始币，加上这30块，周武长就能给保个天兵编制。我请他吃了多少次饭，说了多少好话才换来的这个？他就不信我堂堂一世武帝讨不来？还在武帝。说了多少次，这是上界，天骄变地走，生死不如狗。好的位置，关系户早都拿走了，剩下的无一不是人杰。你一个破地仙，凭什么跟人家争？我一路走来，干掉的哪个不是人杰？那是以前，这里不一样。怎么就不一样？如今这个限制外来人口的高压环境下，不管是通过少数那几个飞升抬上来的，还是如你一般偷渡上来的，哪个不是人间中的人间？再更何况，你只是出身一星位面，你的竞争对手却有大把高位面出身，人家生下来天赋就比你强，努力也不比你少，差距还用我说？那我也不一定输。没说你一定输，那能走更舒坦的路不好吗？我当年升上来的时候，但凡有个做叔叔的天兵，我和至于兢兢业业几百年还是个天兵。叔，你的棱角真是被磨干净了。你还记得你曾经是下界万人敬仰的魔魔天帝吗？过去的事儿就别再提了，做人要务实一点。我都想好了，如果这次奴隶没抓住这，我也会卖一件法宝帮你，届时咱们书志同心。又怎样？无非还是给那些人当狗，整日对强者点头哈腰，对弱者装模作样。我真不想这般活着。那你想怎样？上界如今的就业环境，无人帮衬，要么就是去扫厕所，要么就去黑矿，一睁眼就是干不完的活，争得却刚刚糊口，这样你就满意了？大不了偷渡回去。渡回去只有一条路，那就是空间隧道。但你知不知道，回去的路比来时的路要凶险10000倍。强如今仙都难逃陨落，你就这么想死？不是叔想打击你，你的难受叔都懂，但没办法，已经这样了。谁让咱寄来的晚，又没有后发先至的能力呢？咱们拼搏就还有希望，但要自暴自弃，就永远没有出路。叔，来了，快结印张网。特么的，一个地仙，一个天仙，找死是吧？妥了妥了，小子是有狗运的，这小子生的一副好相貌，货可卖去做伶人，价格又能翻上一番。等下个月我的保护费分子拿到手，正好给你打一件趁手的法宝。叔，你快看，人呢？这死魔不是玄仙，但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从下位面空间隧道上来的，便是最高的9星位面，飞升之前的最高境界，也只能是天仙巅峰。前辈，有话好好说。我乃道庭陆太营。原来上界是这样的，一方面万族天骄同台竞技，另一方面是甲子关系互有，占据着最大的蛋糕。大把人杰为了一个好工作打破头，除了舞台更加波澜壮阔，本质上好像和下界也没什么区别。不过这个身份证究竟是哪个穿越者前辈弄出来的？没有这玩意儿，要么被送去挖矿，要么就得做与文明社会隔绝的黑户，而且还没法伪造冒用他人的，否则会被查到。还好提前知道了，不然要是大大咧咧去城市，怕是进门就要引来围攻。这样的话，直接找个地方，先把实力提起来再说。也是个狠人，为了侄子前途，不惜给上级武长卖屁股。但谁叫你要对我出手呢？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露台山杀我露台营将士！人肯定没走远，搜，不可冲动。此人实力怕是有玄仙层次，稳妥起见。还是回去禀报都尉。喂，主人，陈大人到了，请他进来。拜见江主。何事？阵图已监测那小子的准确方位，特来向您禀告。还有事吗？郡主那边属下，他最近恐怕不喜欢被打扰。那还要不要杀？我从下界分身得到的信息是，这小子很可能得到了当年阴阳圣人的遗宝阴阳镜的部分碎片，在下界时便有天仙实力。实力倒在其次，他现在躲在露台将军的地盘，那位的性格你也知道，郡主怕是很难让他给面子，就怕起了冲突。我等遭殃，和那边的营务打声招呼便是。事还是要办的，万一哪天他想起来了，就该怪我们办事不力了。明白了，属下告退。杀了之后厚葬，怎么也是家乡人。上界区大不易，早点离开也挺好的。
有一阵子没这么狼狈了。这陆太英的人属狗的吧，杀了一个天仙小兵，连追我20天，还不惜出动数名真仙。这么护犊子的吗？问你个事儿。可以。那你得先把前天我问你的问题告诉我。我都告诉你了，我纯天赋怪啊！你糊弄鬼呢，整天就做些奇怪的事，区区20天，实力从玄仙一路突破到距离金仙一步之遥。好吧，我是气运之子，天道是我爹，哪怕我天天睡觉修为也会非常。这倒有几分像实话，但我不信。我给你脸了是吧？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。这几天我让你吸了多少人的寿命，有没有点良心？这几天我免费指点了你多少次，让你脱离险境，你有没有良心？好，我错了，金哥。这还差不多。问吧，为什么我每次现场处理的都很干净，但是他们还是像狗一样能追踪到我？是你以为的干净罢了。你别忘了，这是元始道庭境内，追你的人是元始道庭的天兵，他们监测全域。要是你都查不明白，人家还混什么了？不，现在你不用担心了，你已是真仙巅峰，跟追杀你的同境界，又有神级联系秘法，只要在太阴之时出门，几乎不会被发现，除非……别遛狗尾巴，有话说完。除非盯你的比你更强。那应该不会，我就杀了一个小兵。半个月你杀了那么多不算数，而且我看这个蝇头8成就是那种极度护肚子的，不然也不会追杀你这么久，你还是小心为妙吧。靠！你是什么乌鸦嘴？你个小老鼠还挺能藏，逼得我请动我校尉出手探查才找到你。上次让你逃了一命，看来你是没长记性。也就这样了，诸位同袍，封锁8方，助我斩杀此僚。原来是请帮手来了，8位真仙巅峰，好大的手笔，就为了一个小兵？你这样的人是理解不了在我陆太英同袍2字意味着什么。不入我陆太英便罢，入了，除非帝君大人与众太子等亲贵，任何人，我江主都不会善罢甘休。说的冠冕堂皇，我还以为怎么着，无非也还是欺软怕硬。也罢，今日便送你们与你们的战友相聚黄泉。7真仙巅峰，好大的口气！我倒要看看，你凭什么？金仙，要是还像以前越级而战就好了。可惜一直没有什么好的武学奖励，导致到了仙人境，很难再有那么大的差距了。哼，怎么这就吓到了？本都尉还请了你的一位老朋友呢？怕，我只怕来的太少，筑不起一座金棺。是个爷们儿，希望你待会儿不敌的时候也能表现得像现在一样。老陈，出来吧，别让你这位小老乡久等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小子，在下面杀我分身杀得挺爽啊！发了天道使，居然还敢毁约？毁约了，修为还能一路突破。今日我就要看看你的体内究竟藏了什么。我也想知道，堂堂上界金仙，派一道分身下凡，为的又究竟是什么？这回你应该没法让我搜不到魂了吧？你若能杀我，一切你自会明白。不过且不说你能不能杀我，便是真杀了，你也会发现，有时候知道真相并没有什么好处，只会让你更无力，让你知道有些事、有些人拗不过，终究拗不过。能不能拗不拗得过？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才算。来吧，让我看看你的真身是不是像你那些狗屁分身一样废物。老子，金仙的实力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如果你就这般本事，我只能说再见。好怪，是吗？这小子失心疯了吗？笑死！打到一半暂停喝奶。这小子怎么实力在暴增？他要破金仙了！不，金仙2重，金仙3重，这喝了什么短时间内可以暴增修为的东西？但是这种东西副作用通常都极为的大，暴增如此程度便是可以，只怕结束后也难逃一死。大人，要不先撤一下？撤个屁！还能翻了天不成？小子，你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大人，这小子有古怪，先撤一下吧。现在想走了？你们刚才不是很狂吗？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！你们以为就这么吃你家后花园吗？给我滚！
狂！你们他妈接着狂啊！此诡异，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实力暴涨。此时与之相搏，正中其下怀啊！让开！您有今日不易，不能以身犯险。嫂子、少爷、小姐，还有你的族人都在等你回去。如果你陨落在此，他们会是何等下场？求你三思。我让你让开！打人个屁！我问你，第一天当兵，我怎么教你的？吃了这碗饭，可以叫，可以骂，就是不能怕。那你还在等什么？锦衣玉食吃傻了，胆气都吃没了。看看这副样子，人家要你命，你以为你想跑就能跑？不下之罪！这才像个男人，随我杀敌！是。哼，怎么不跑了？岂能教你这群鹿台营的鼠辈看清我凤栖营？你这么久，头一次觉得你也不是完全靠吃软饭，像个男人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那么讨厌女人，是不是早年间伺候那位郡主留下的阴影？滚远点，生怕死不掉是吧？我怕个鸟！我又不靠他吃饭，我这副尊容，他还能抓我去做面首？搞得这么悲壮，把我整得跟个反派似的。你们特么是不是拿错剧本了？小子，不管你靠什么办法得到的力量，只能是饮鸩止渴。我就不信你能长久把持这份力量。现在束手就擒，我或可让你死个痛快。若不然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挺能抗嘛，看你们能抗几剑。主上，小辈。谁给你的胆子动我鹿台营的人？你又是哪位？你动我鹿台营的人，你不知道我是谁？小子，你且听好，现在你面对的是帝君第9子，鹿台太子。有第9子，还特么太子？你前8个哥死光了，才能轮到你吧？哦，不对，也许你是小妈生的呢。听你这名，还真挺像也合出来。那还要给嫡系让路？混账！当我人处万界战场，便不能隔空战你吗？如果你真的能，我想应该就直接动手了，而非跟我废话这么多了吧？你真正的意图，我想除了试图吓退我，大概就是想拖延时间，调人来对付。可惜了，你这种装腔作势的，你借我借多了。好，很好。你看呐，你今日若是敢看，本太子保证上天入地，无你容身之处。禀告太子大人砍了，你会后悔的。你爹我这辈子就没后悔过任何事，你尽管来，爹等你。该你了，不敌大人。哦，不对，刚才听那谁叫你老陈来着？陈啥？要杀便杀，皱个眉头，我就是你生的。够硬气。但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得这么轻松呢？你知不知道我的妻子因为你掉了多少眼泪？你知不知道，你做个谜语人，让我死了多少脑细胞？原来现在正值万界大战，瓜分势力范围，元神道庭的主力倾巢而出在外，距离此处约数个光年。道庭之内只留下了基本的守卫力量。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如此，我曲补缺平将少取很多麻烦。还不能飞升，只是因为尊贵的郡主大人被一个来自我们世界的美男所拒，一怒之下杀了那人不算，还想毁掉那人的故乡来出气。具体执行的人还是这个世界出来的。更可笑的是，郡主大人都忘了有这回事了。这位忠臣的毕将军还在一丝不苟地执行什么拟人生物。东台太子有令，自今日起，以鹿台山为中心，方圆3万里全境封锁，抓捕逆贼夜雀。凡我境内子民，人人有举报揭发之责。传消息确认有用者，赏都尉；协助抓获并确认有功者，赏毕将军。擒斩此贼，献与殿下者，封万户侯。
别看了，你现在享受的待遇应该属于元始道庭的最高追杀令了。虽然正值万界战场人家主力大半出去，但剩下的也足够弄死你了，跑不掉的。我可不是吓唬你，元始道庭相传是玉清圣人的眉毛所化，底蕴之深是你难以想象的。便是你身上那东西是道祖的玩意儿，只怕也……你真的不怕吗？怕有用吗？是没用，你也不能自暴自弃。你哪怕用你身上的宝贝疯狂提升到大罗金仙，也比你看破地图有用。看似为了解，你想毁灭一个东西，如果你不够了解是不行的。看个破地图就能了解了？那当然不是，我搜魂还吸到了不少有用的信息，结合着看，很难没有一点了解。那你都了解到了什么？3月之后，在他们的总部，元始地宫将举行一场大典。什么大典？日常祭祀庆祝性质的，祭祀他们的一些神物，比如什么补缺瓶啊之类的。你想在这大典上搞事？为什么不能？找死别带上我行不行？人家生怕找不到你，你还主动去钻，真以为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？行一行吧你，那是人家老巢，龙潭护穴，我前主人都不敢这么疯狂。那怎么办？东西南北中哪个方向都是死，为什么不选择最壮烈的一个方向呢？成了，名垂青史，败了也是个遗臭万年，再怎样也不会被人评价好高骛远。油嘴滑舌，不亏的。听不懂，听不懂，不懂就对了。我要下一手棋。什么棋？调虎离山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好一个清幽的品茶地呀！这就是你的置之死地而后生，各种地方体验各种职业，各种奇怪的东西。2个半月，月复半个月，突然又突破，跑来人家腹地喝茶。不，哼，我是来找个人，问他点我想知道的事，顺便送他，还有他的主人去见上帝。你是不是大罗？你猜啊？你不会真是道祖的私生子吧？哼，我要是道祖的私生子，我还会考虑你让我偷渡去阴阳界的建议吗？直接请道祖他老人家把这群魑魅魍魉全给灭了。你不是说你要考虑一下吗？考虑好了，不过得先把正事办完。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此处是我家主人养静之处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我是你家主人的客人。有请见马。没有，要不你进去让他给我献血一张。谁给你的胆子来此处生事？看在你没说什么让我觉得难受的话，今日就不杀生了。睡吧。茶泡的不错，为我准备的吗？你怎么敢来这儿？送你与你的老友去作伴啊！既然敢来找你，我当然有底气啊。你这样的聪明人不至于这么震惊吧？那就认命了。不想为自己辩解2句吗？比如弑君之旅、忠君之事，再比如贪生怕死、趋炎附势，都是一些还不错的借口。重要吗？不重要，我只是好奇，好奇是什么样的畜生才能？主人要他打1遍，他替主人打3遍，甚至主人自己都忘了这回事。明明没有再接着讨好的必要，他却依旧要加倍执行主人的命令。因为忠诚吗？随便你怎么认为，我不觉得我做的有错。理由呢？觉得自己对，总要有个理由吧。你做的可不是什么小事儿啊，多少人以你没了前途，没个正当的理由，睡得着吗？跟上来也是受罪，不如在下面享福，够吗？不太够。还有吗？我觉得这样对他们是最好。蝼蚁就该待在蝼蚁生存的地方，非要强求和巨人一起，结果只有屈辱和无尽的屈辱。你知道毁灭，何必呢？接受自己的无能和平庸，我认为真的很好。我喜欢你这个。我觉得，因为你觉得就不重要，所以别人就该被你定好命运。反抗就是自己找罪受，是吗？我没有这么说，我只是觉得，与其来这里当牛做马，不如在下面称王称霸，虽不得长生，
也能享受数千载，娇妻美眷，整日流连，不好吗？看来我们没有再接着谈话的必要。你让我觉得人类真恶心。好走。看来是来对了，有了这块通行证，就能去找郡主大人耍一耍了。啊，叫几个面首进来，伺候本尊更衣。你是在跟我说话吗？你是谁？新来的吗？看到本尊一点礼数都没有，谁叫你的？还不快来伺候本尊更衣！更衣，要不我帮你减个肥？剪刀的剪哦。你来人来人！别叫了，我都来这儿了，就算你把喉咙叫破，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本来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什么？是不是在你这样的大人物眼中，有的人根本不能叫人？不必回答了，我一直不想知道，或者说，在你酣然入梦之前，在我逛完这个别院之后，看到那些被你折磨的面首，从他们的口中我已经得到答案了。你知道是什么吗？我父亲是帝君，你若敢对我不利，他会将你碎尸万段。哼，你认为这威胁得了我？你还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我前不久才给你一个兄弟骂了个狗血淋头。你杀了我，你跑不掉的。我身上有传承灵牌，我死瞬间，我父便会知晓，我家族老们也会知晓，他们个个都是大罗金仙，即刻便能到。没意思，真没意思。那就让我直接告诉你我的答案吧。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你。不。好胆，杀我的女孩依然不惧！谁派你来的？是不是阴阳帝君？你们叽叽喳喳问我那么多，能不能也回答我一个问题？这就是你们道庭全部的大罗了吗？明知故问，我道庭大罗万千，若非正是万界战场的关键时刻，你敢来放肆？哎呀，希望你是个诚实的人。你什么意思？就是再见。原来是巨分身，人也是大罗，此子实力不可小觑。话说他玩出这一出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不管他干什么，他必须死。若不然，你我怎向帝君交代？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杀死帝女，往轻了说护卫不力，往重了说……没办法，我们总不能12个时辰跟着帝女吧？她只是帝女，又不是帝君。再者，此子进入明显是持正当身份进来的，多半还是帝女自己别院发出去的通行证，叫我等怎么察觉？不好，那小子再大点上！他去大点上干什么？抢了一个东西走了。什么东西？补缺瓶。补缺瓶？他抢那玩意儿做什么？这东西也就在那些剑胚眼里算神物，在我道庭无非是出于纪念意义。他堂堂大罗，这种东西对他能有什么用？谁知道？畜生不会就是为了这瓶子杀掉帝女吧？操！真需要直接借我们会不给吗？叩见帝君，我等保护帝女不力，何当万死？不怪你们，这孩子被我骄纵坏了，何该有此一劫？但毕竟是舞女，被人杀了，我这个做父亲的总要有点表示。你们也知道我这儿正值关键时刻，废话我就不多说了，4个字：杀人偿命。谨遵帝君法旨。看什么呢你？这么专注？瞎看。对了，喝了灵水之后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哪儿都好呀！你看，我头发全是黑的，皱纹也没了，辛苦了。辛苦都是相对的，以后你才辛苦。什么意思啊？未来应该会有很多人叫你娘，毕竟咱们寿元悠久，你那方面又那么旺盛，10年一胎不过分吧？算下来，套死啊你还算？我是猪吗？能生那么多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最多给你生俩，多一个你找别人去吧。真找你又不乐意，你还真敢找？怎么了？没啥，有点事需要处理一下。你先到我的戒指里待一下。他们要来了，
你确定你的主人不会出岔子？绝不会，千一这等小位面，我主人出手能出什么岔子？还有你这个内鬼大罗帮助。最好是，这可是亿万生灵，若因我而死，我万死难赎。放心，稳得很。今有前缘借人事业券，斗胆包天，弑杀帝女，丧心病狂，罪不容恕。各奉帝君法旨前来擒拿。我劝你不要有顽抗之念，否则害人害己。跟他啰嗦什么？直接灭了此界，不过一群蝼蚁。蝼蚁嘛，一如既往的高高在上啊！不出来，那便让他同此方世界一起毁灭吧。这怎么回事？谁吞了我们的力量？这股力量是阴阳帝君，苍老东西，怎么哪儿都有他的事？万世法宗师！来不及了，他们早有准备。该死的！诸位好像很意外啊。放心，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。到时我会把你们这些自以为高高在上的东西打回你们该有的位置。